各位道友们晚上好啊！今天咱们继续分享，八字案例。前几天这个小 S 的八字啊，录了一半，推不下去了。他那个八字大家都知道啊，半拉那个关羽的八字，然后也总共就2种五行，火和土。当时啊，道友给道长提交这个小 S 的八字的时候，也一起把大 S 的八字也提交了，也看了，确实推不下去。他一家的啊，都是道友给提交的，然后还有一位道友给提交了非常非常详细的信息。道长推的也很不舒服，因为道长一直都是这个习惯的，道友也知道，就感觉推的有感觉了，或者顺溜了，就把它捋下去；不顺溜呢，就扔那儿。因为确实这个信息上面很明显呢，包括小 S 的信息也很明显。当然呢，今天重点是想说这个大 S 的，因为道友们追了很多次了啊，公屏区大家也看着了，私信的追的也很多位道友了，甚至他又提交了很多问题，这个那个的提交了一堆啊。实际上基于道长的本意啊，不太想在这个时间分享大 S 的，就感觉像是追热点。他不是感觉啊，他就是在追热点，但实际上道长不是追热点的啊。现在动不动道长就感觉是热点追道长，道长只要分享那块的事儿，就有可能成为热点。比如说头几天的这个马斯克，比如说后来这个黄仁勋，包括这个智能癌等等啊，当然可能也别说谁追谁了，可能有些信息它就是同步的，这也是道长以前分享过的啊，说的我们体内和宇宙之间那个运行东西它是有连接的，它就是同步的。当然这个同步的基础是在于你确实不被外界的一些东西所干扰，你就能感受到那股气的一个运行，它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我们受了外界的干扰了，或者说的受身边的一些信息的干扰，那么你可能就感受不到那股气的运行。还是再说简单一点或者直接一点的吧，就说你如果处在那个局中了，那你更感受不到。就如同说这个，你问小 S 或者问小 S 的母亲，他就一定不会相信，大 S 会走。或者说但是你问跟他不相关的，或者是以前给大 S 推理过的老师，或者据说网上说他也找过一些什么，可能用的不是医学上这种方式啊，但是人家也给他做了一些这个预测或者预言，他可能跟他不相关，就是你的利益跟我不相关，我倒能够看准你啊，他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但是要有一些你彻底的不相关的，或者你没起心动念的，也没有什么用途。就说你既要对这件事起心动念，或者这个人，然后你还要跟他是不在他那个气场或者那个圈子范围内的，那你才能够推准。当然这里还是说在你具备一定的技术性的前提下啊，说是道长今天准备基于更多的是这个基于医理和技术性的吧，或者术方面的吧，分享一下大 S 这个八字啊。以前在这个辛金时候简单带过啊，他是辛金身旺，小 S 是火土旺相，然后特殊格局继续喜火土，然后大 S 的是喜用他也是喜用火和燥土啊，因为他是辛金生于秋季的金旺的酉月，又生于辰年，就单凭这几个就确定辛金是身旺了啊。所以说他在甲辰年是英凶啊，英凶特别怕这个丑，就是丑位也冲，然后也怕这个金道，就是怕金道。然后他又赶到了这个是甲辰年的最后的这个月的辛丑月的最后一天，终归没有挺过去啊。实际上这个如果他挺过去这几天能挺到寅月，还是真的有缓，但是就差这么1-2天没有挺过去啊。这是提前说的啊，大家先，道长今天要说的是什么事儿，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事儿道长就不重复了，一会儿要有必要分享他医理需要引哪段再去引啊。但是提前纠正一个误区啊，网上现在有好多传的说他这个八字是属辛金的因为他是金，然后到了乙巳年是木火旺相，你们可算学了一点了啊，然后就给对上了，说这个木火克金，然后金就克走了。那照那么说那就完了，那全是辛金的都害怕了，是不是？
先说一下啊，这是错误的。别看道长刚刚分享过这个乙巳年，确实是木火旺相等等啊。道长说的是你们基于一个辛金日主就说人是被乙巳年克走，这是错误的。特别是在这个，这个大 S 这个命主这块说这个是错误的，因为乙巳年还没到呢。大家不要觉得你们过几天年了，就以为乙巳年到了，没到呢啊。正是在他走了这个1-2天之后，才到乙巳年，这是按节气看的啊。不是按这个过年算的，也更不是按阳历算的啊，所以说这个可能西面就难以明白啊。确实没到乙巳年的，所以说没到乙巳年呢，它就不是因为乙巳走的，确定的，它就还在甲辰年，特别是在甲辰年中金最旺的，这个辛丑月走的。这里还是道长说，确实不太想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时间的晚上来分享这样一个八字啊，但是道友们偏催，道长争取啊，从现在开始往后分享就不再提这个名了，就以这个命主代替了啊，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命主是谁了。实际上这几天正在录这个陈道明的啊，因为录了好多天了，陈道明这个丁火还是正能量比较足的，分享的也是比较舒服的，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整理发上来啊，这2天确实私信的也回不过来，特别是年前积压的也没有批过来，有些道友都已经火了，道长还是说希望理解啊，有些你说咱也不能光批呀，是吧？有些大家关注的共同话题的道长都试图通过公开的分享，比如说老庄或者分享某些案例，再把它直接带出来，这样大家都省事儿，所以说这样就把这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或者这个丁和癸拖到最后了啊，还没分享上啊，再加上最近又测试这个智能 AI， 给道长测试的有点上瘾，所以说这又耽误了几天啊，希望道友们理解。我们还回到啊，就是这个陈道明老师的过几天的法吧，还回到，因为这个道友确实追的挺急，就是这次这个命主的啊，突发这个已经是上热搜了，这个有道长看了一下啊，这个发过来挺多不同的，这不是一位了，好几位道友发过来说一个老师的截图，说他在几年前呢就已经精准的预测了这个命主，这个小 S 他姐姐的这个死亡时间，他问道长这个到底能不能？道长这里先确定一下啊，如果用八字推的话，确定能的。但是那个老师用的是什么？道长没细分析啊，应该也是八字底层基础，应该也是，确定能啊，确定的。但是还是说啊，道长一直强调，就是生死好推，命书难写。什么意思啊？无论你是用八字或者用其他的某些，可能还有一些术啊，或者一些技巧，你很容易就能够找出，一个人的这个节点在哪儿。就如同道长以前分享过的啊，就说的麻绳，人生就是一个麻绳，一根麻绳，总有其中细的地方。麻绳本身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细，但是呢，使用麻绳的人却知道，他一把它捋开就知道哪块细。有的知道的他会提前在细的那块打个结，或者给它备上一块，那么细的那块就不会是最细的那块了。那就当你把就是当你把这个最细的那块不修复好，那么其他的处在第二个细的那一段就容易断了。而人的一生中就是这样，人的一生就跟这个刚才道长说这麻绳是一样的啊，就说它有至少有那么4-5个点就是容易断的地方。但是在我们小的时候一般不容易断，为啥？小的时候气壮，按那12长生看，它都属于长生啊，阶段到逐渐往地旺这个爬坡阶段，那么它就比较结实，除非有特殊情况就不该来的，那是另一啊。道长说都是按正常情况下的人，那么基本上小时候这些就没有事儿。那么刨出的小时候再往后查，那就从中年往老年查。中年地旺期开始走下坡路时候就要加小心了，就是这个道理，就要看了。就是一般大家就会发现身边的人40-50岁左右，就突然间就没了，大家是接受不了的。但是这个就是属于在地旺直接就下坡了，有的就是缓慢的在地旺下坡，那么到了70-80岁，甚至有的到80-90岁，再好一好的可能到了100多岁，就是他这个下坡的路比较长，然后他可能是下下上上，波波折折的。然后也可能这突然就下来的，
所以说民间，或者说网上，它会有无数个办法，比如说手相、面相，比如说八字，比如说其他的，这个数类的啊，它会测出你这些个点到底在哪儿断。但是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把这个点非常明确的告诉命主，因为这会有一种心理暗示，或者说你有一种说完之后了，它倒会在那点断的这种可能性啊，或者说当你说了，就加重了它的可能性。但是按这个可能有道友要说了，说那你说那随便你就说谁走，那他不就走了吗？理论上是有这样啊，所以说，如果一个人说某一个人在某一个点断，在他走，丝毫对他们没有影响。但是如果他身边的人，并且很有能量的人都成天告诉他这个，他就有可能会在那个点走。当然，如果说全世界的人都告诉他在那个点走，特别是其中有权威的老师、权威的道长、权威的专家告诉他是不治之症，必须在那个点走，那么他就必须在那个点走。他到底是不是在那点走已经不重要了。当所有人都告诉他必须在那点走的时候，他就会在那点离开。道长今天说的话题有点深啊，也是道友追过很多次的，就是生与死。道友们自己翻一下啊，好多道友追过了。一直道长没有提这个话题，今天就借着这个小 S 的姐姐啊，离开这事儿，就是以他这个八字案例，也顺便带几句啊，就是生和死之间，当然只是浅层的。道长还说今天重点带的是术的层面，就是技术的层面，他这八字怎么推理的层面，而不是其他那些大道的方面。大道的方面，建议大家看老庄。特别是庄子，当然后期也会分享啊，特别针对今天分享的也会基于大道方面分享，但是今天重点的主题还是基于这个技术层面，就是如何从一个八字中捋出那些可能决定生与死的点，然后我们争取在我们自己有这个心力、有能量来规避的情况下，我们规避；但是在我们没有能力规避的时候，我们尽量不去触碰，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啊。就说你如果这也是道长批八字本身一个宗旨啊，就是你如果看个奇迹、看个简批，道长绝对不会告诉你说明年你就没了，确定的啊。当然你看详批，道长也不会告诉你下步大运你就没了。但是你说你来的时候就告诉我看命书，我就要列出一生中所有那些重要的节点，包括生大病的，包括遭大灾的，包括什么，那这种道长就需要给你点一点了，是吧？就是道长批复的一定是基于你的接受能力的，这是确定的。你没有这个接受能力的，那也有的就是来问一下婚姻，你可到时候告诉人你下月就那啥了，或者明年就绝症了，或者你有潜在的什么那啥，那你不是坑人吗？是吧？人本来没触碰到那块的，没接那个伤疤，有可能这一辈子就这么不接他了，是不是？但你给他揭开了，他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倒坑了他了。当然，小 S 的姐姐有可能有可能也因为这个是他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在这个他姐姐的节目中他自己提起过说他很坦然能够面对这事。当然，按目前看，他并没有坦然面对，他并没有把这个当回事，或者说他并没有重视这个别的。老师还是他请教人的给他的提醒，但是呢，他却说出来这个事儿，他说出来，并且当不是一个人说起来这个事儿，并且反复提议说那我走就走吧，还能怎么地什么的，就好像是他已经面对了，但实际上按照他这次对这件事的一个反应程度，他并没有认真的面对还是道长说的，如果你不能认真的面对，你就不要看，不要问，不要批，不要画。如果你想认真的面对自己的这个生和死，或者说你有这个认真的这个心态时候，你再去看，那个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说，针对这个命主或者来的人，你到底要问什么？你要做什么？针对给他批的这个先生、这个道长、这个大师、这个高人，你到底要说什么？你是只是说想简单的表述说自己很厉害，引起他的惶恐，然后呢？你好进行下一轮的收割，或者说你想给你自己带来关注，这个真的十分容易道长还是今天给大家透个底儿，就说你不用说学到多高的水平，那这个有点像道长以前分享过的，在天桥上那个地摊先生的三板斧，就说他只要站到你的面前，通过各种方式，他都能够掐住你几个重要的节点，无论是你问的婚姻感情的、身体健康的，还是事业财运的。这几个节点绝对是可以掐出来的，但是道长还是说了，他掐出这个节点，第一不是确定100%的，第二他不是掐出你的节点，他就有办法化解呢。还拿小 S 的姐姐举例他确实找过高人，找过大师，说告诉他活不过50，
这个节点很好掐，一会儿道长会分析怎么掐通过义理上怎么捋，但是不等于你问的这个人就能够破化解。但是我们常有的误区就是他能看他就能化。但是有些人只是八字25的，手相25的，面相25的，一看你，明年你有大凶，你就开始相信了，然后你就给他，你不是相信了，确实你也有凶，然后你就开始给他，拿钱呢化呀，这种太多了，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据说几百万的都有，到最后你的凶不照样应吗？是吧？是不是这个他的解决不就是这么走的吗？所有的都是啊，就说你不要以为看和化是一回事儿，这是道长今天分享的第一个误区啊，看生死和给你言生死完全不同的，不同的能量，不同的学科。诸葛亮可以看生死，自己活多大他知道，但是呢，他试图给自己言那么几分钟都言不了，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那你怎么能相信一个人说他能看透你生死的人就能帮你言这个生死或者化生死呢？他能去那个地狱那面把那个阎王那个本拿过来给你勾下去呢？那怎么可能呢？当然，到底能不能勾下条，道家是有办法的，但不是你认为的那个办法。但是现在为什么也不是现在，古时候就有做这个的，就是成天说他能断你生死，就是铁口直断一句话的。现在网上有很多，现在道友给道长发过来就是3位了，道长就别点名了，确实人家有没有这能力，道长不清楚。但是他们做这事儿，道长并不支持，也不认可。就说他说能够断你生死，能够给你化，当然他给你点几句，最后都带一句，就意思告诉你找谁去，或者告诉你怎么做，告诉你怎么地。那这个说实话反正基于道长目前说的认知，这个确实有点偏了，确实有点偏了。就说的先用几句话断，当然他这个道长还是说他有个概率性。就是说，比如说他看了100个人，100个都是公知，都是明星，都是大家知道的人物，然后他把这100个人很简单的把他这个一生展开，抽出来那3、5段，3、5段其实就是麻绳上1段那段，然后他也不说义理，也不说其他的，就是扔那块就可以了。他会扔无数，就是某一个人某一年会走，某一个人某一年会走，就扔那块就可以了。等到过几年你去看，总有赶上的。道长就说了，义理这个东西是啥呢？如果你真满意，不用说学明白，你就几点学透了之后了，至少你扔了那会50%，就至少稍微你好水平高的就会70%、80%。这就意思就是啥呢？如果你扔了100个明星的，你再过10年看，可能有70、80人要中招。如果说你的技术、你的水平比较差，那也会有3、40人。但是大家会有一个点就说的他第一他会开几个账号分别发，第二大家会有一点啥呢？丝毫不关注那些错误的或者掩盖的，他可能删了或者什么的。而一旦说哪个准了，大家就会有一个指数级的转发和增长，就凭着一个他就发了，或者说他就知名度就大了。你看，因为他为什么他在前5年就断了一个明星会在那年死去，那个明星就在那年死了。那你想，对于你来说，这个打击会有多大？如果你不懂义理、不懂八字的话，你就服服帖帖的，那你再去问他，无论他准不准，无论他能不能给你破化解，那你都口不心服的了，是吧？那让你花钱，你不就正常了吗？所以说，做这种事儿的人，现在网上是很多的当然，这种人他还有一个后堵的办法，在于哪儿呢？就是说的，他把这个抛上来了，但是你不找他也好，你找他的，他会给你一些办法。然后呢，当然有些命不该绝的，还是道长说那个麻绳不一定断，或者说不是100%断，那他告诉你保证断，你去找他了，最后在那块没断，是不是那不就证明他厉害了吗？他就会说你这几年呢是我给你研的，我送你的，是不是我给你画的之类的？所以说呢，他这种的越来他的知名度就越大，他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大家不要怎么说呢？还是道长说的可以学艺，也可以学其他的八字和术，但是不要过度的依赖这个术，更不要依赖某一个说这个术玩的特别好的人，你可能就把你自己玩进去。还是先不过度展开因为今天重点道长想说的就是从八字看这个死亡应期的一个预测和推断。也是道友以前问起道家是如何看待这个生死的。庄子的老婆大家都知道死了，庄子这个敲着盆唱着歌，然后庄子没啥事还搂着这个头盖骨睡觉。庄子特别包括道家真正道家的对待这个是很通透的，或者很看透的，都一样嘛，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甚至在道家有些理念里面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死就没有生，甚至有些时候这个死更大于生。
当然道长还是说没到这个层面，你不要乱比较，你别认为自己死比生好。明天你妈问你谁跟你说的，你说一个道长跟你说的，那道长可担不起那个责任啊。你要真正明白背后那个义理或者那个自然那个道啊，此时的生就是另一时候的死，这个时候的死就是另一时候的生。当然大家如果再理解不了，就理解那个以前经常大家说的那个叫什么易经落万物生，都是这个道理啊。但是至少你还要知道，你当前面对这个躯壳可能就没了，而你要想好啊，不是说你想生就生，想死就死的。我们还回到今天的重点啊，还说今天重点是八字如何读取这些信息。讲今天是一个纯技术性的啊，先不讲这个大道。民间有一个说法大家都知道啊，说什么73、84，什么阎王爷小鬼不请自己去。这个都听说这个啊，所以说民间就不懂易的，一般他家里到了这个73、84了的老人，大家都是重点关注的啊。实际上上下串也就是72。73、74、75，83、84、85的等等啊，这个不一样，根据每一个人的八字，它略微会有不同，但是大概就是在这儿走的。比如说，一般在73、74、75你都已经过去了，那么80多岁也没有问题。但是80多岁的时候，你稍微挺一挺，90多岁也没有问题。90多岁你稍微挺一挺，110来岁，也差不多。但是还是道长举那个麻绳的例子啊，就是一生中称那个重是固定的。称这个重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麻绳不是普通你放到桌这个麻绳，你放到这儿它一生都断不了，它是一个负重的麻绳，就是这个麻绳底下会坠一个秤砣，而经过风吹日晒雨淋没事加上别人拿小刀割，这个麻绳一直在变细，这是确定的啊。就是越往后变细这个概率越高，然后呢承重并没有减，甚至有些人负重还在增加，那么你想这个越往后断的可能性越大。就说你73没断，那84的概率就大多了；84没断，90多的概率又大多了。说90多又没断，那再往后那一小段中那个概率又大多了。所以说就越往后越危险。当然道长又想起来又要插一句啊，实际上修行就是让你底下那秤砣，毫无牵挂把秤砣去掉。那这个麻绳你就是有断的地方，但是底下没有秤砣坠着你了，你轻易就断不了。那基于这点来说，那道家说的我命由我不由天，它是对的。就由这个咱们的命运就是自己掌握的，而不是刚才说那些大师、那些这个预言家、那些高手给你预言的啊。他之所以预言了，就是因为你是个普通人，你还在他那个轨迹中，你还在你那个轨迹中，所以说你那个轨迹丝毫没有改变，甚至还往前了，那他自然就读得准了吧。如果说你能够了解一些背后的运行规律，他不只是读不准，连你自己都读不准。所以说今天道长还是说，先不说过多了，还是说我们要先知命认命，再试图改命，而不是稀里糊涂把自己命交给别人去改，然后你不知不认再试图改，都是不对的啊。所以说道长今天还是说技术性的，我们如何知命，八字是底层基础。除了民间说的73、84这么简单大家都听说过的啊，那个当然义理上还有好多，比如说就拿今天举例这个身旺无泄，当然不只是辛金啊，就是所有的这个日主都是这样，就是说你身旺无泄，你宅逢生，都危险。这就属于给你加重了，加码了。你麻绳是没细，但是给你底下那个重量给你加上了，这就叫身旺无泄。身弱又无生，麻绳特别细，又被人来了一小刀。然后呢，偏枯逢冲，财时尽断，财时在这个八字中很重要啊，都代表我们的吃，代表我们乐，代表我们玩。但你想有一天说你吃的被别人断了，你的玩的、你的乐呵被别人断了，你的子孙念想被别人断了，那你这个八字不就倒了吗？啊，所以说这个很多呀，包括喜神尽伤，比如说你八字中有一个喜神，那一个喜神被伤尽了。那这个八字也会断了，也会塌了，也会倒架。比如说有两个喜神倒了一个还没有问题，但两个喜神都被干掉了，那么这个八字也会倒。就是等等啊，包括我们常听说那些术语，什么福银呐、岁阴病人呐、天克地冲啊、阴阳交战呐等等啊，但实际上前提都是基于你这个五行喜忌格局基础之上，然后再逢那个特殊的术语或者那个神煞或者那个流年大运之间的组合的一个到来，就是一个关键的节点。而现在有好多人呢，他通过自己掌握的一点基础上的知识，或者通过现在网上的一些 AI，
AI 的软件别的干不了啊，它不一定能吃好你的洗剂，但是找这个关键节点还是能找出来的。为啥？因为这个关键节点是死的定的，对，就是两个，比如说这个两个之间冲，它就叫天克地冲；两个一样，它就叫福银。你看，那今天你问电脑，电脑啪就给你调出来嘛，就你一生中有哪些个年是福银的，是不是？哪些个年是天克地冲的？哪些个年又是什么的？他不懂你洗剂，也不懂你身体健康，别的都不懂，但是他懂这几点呢，他就会扔给你了，说这几个点要出病。当然，如果他懂一点一，那他就更好忽悠你了。哪儿出病了？是不是？比如说你就是辛酉，辛酉完之后你又忌金，那在辛酉流年、辛酉大运，如果是大运流年都是辛酉，你还是辛酉日柱，你必须在那个流年大运走。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说，这就是民间说的岁运并临，不死自己，死家人。看到吧？所以说你简单以为是一句话，但是背后都有强大的这个毅力支撑的。但是只不过现在有些人只是把那个点给你提取出来了，然后呢给你吓个半死。但是当你知道这个以后再怎么办，这个还是这是后话，一会儿再说。我们先要知道确实是存在这种点的，这也是道长今天解答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理论上那些老师是确实可以推出你可能要走的某个年的，但是道长还是强调这个不是100%准确啊。对，这个八字还没有念一下呢啊，丙辰、丁酉、辛卯、时柱未知，但是道长推了几个比较接近于他这个目前这个结果的这不是小结果了啊，这种结果的一个八字的几种啊，大概有6、7种，都推了一下，然后选出了可能会更加接近他的。当然道长还是说对于这种我们不知道这个时柱的，道长推的从来不给你下这个铁口直断，就是说我们为了学一样知识，推一个义理，我们把这几种可能性推出来。然后当然有道友说，我觉得他这个基于这个他现在的情况，更符合的是哪个时柱，你只要说出你义理上的是可以的啊，可以的。道长不支持那种说就说人家不对，但是你没有义理支撑的。如果你有义理支撑的，你说我认为他是什么时辰，道长也欢迎在这个评论区进行交流。我们看丙辰、丁酉、辛卯，就先单凭这3柱就断辛金身旺，确定的了啊。因为辛金日主制作卯木本身就耗身，然后生在这个酉月辛金司令，然后这个又辛金这个司令又得年柱辰土，又辰酉又合这个又旺，这个辰土又是太岁啊，所以说这个既得年又得月。辛金身旺大家都知道了，身旺怕生祝福，喜泄克耗。那么辛金这么旺，最怕的就是说的构成3合3会这样的局。那么它这个又是很容易构成的啊，因为它这个地支底下有辰又有酉，无论来辰来酉都不吉。当然今年又是不是今年呢，它这部大运又是癸巳大运，癸巳大运又与这个酉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有可能形成3合巳酉丑这样一个局，已经带着了。所以说那么他这个局很怕的就是什么呢？怕的是辰年，也怕这个丑年，也怕丑月。所以说咱这么先不管它时柱是啥，时柱一会儿道长咱就会精细的往回捋啊，因为今天道长说今天是个技术分享，咱有多细会有多细。不喜欢义理的或者听不明白的，那你就可以不用听了啊。就是今天道长不是说其他的，纯的技术分享。那么我们看啊，我们先验证一下道长说这个啊，因为现在只是基于3柱推出的这个辛金身旺到底能不能拿？道长简单看了一下道友发过来的这个有几个重要的节点信息啊，重要的节点就从近了说吧，就2021年辛丑年离婚，离婚的时候应该是就是丑月左右了吧，也是这个就是这个金旺或者土旺的这个月份了啊。月份先不管它，辛丑年是确定的。对于她这样一个女人来说，或者这么大知名度的一个人物来说，离婚对她的伤害应该是很大的。道长也没有去查啊，据道友这个给反馈的这个提交的说的，她这个离婚当时的轰动特别大。据说整个娱乐圈
这个全知道了，甚至也上了几次这个热搜，并且说的快大打出手了，为争夺财产，为争夺这个子女的这个抚养权，与这个老公之间打翻了。那这个八字上有没有这个相？有啊。辛金本身就有以前分享过那个特征啊，这几天也还有道友反馈说以前那个辛金分享不够细啊，后期分享完这个丁火和癸水会把辛金再补一下，再去详细说一下辛金的特征。当然大家回忆一下以前分享那个辛金那个刀，那个锥子那个剪子都是辛金，弱还好点为珠宝，强的时候特别旺的时候，特别是一锥子有根儿的时候，哪个是它根儿？这个八字上这个月柱丁酉底下这个酉金就是辛金的根儿，说是这个辛金是极其锋利的，那么它就见谁它就伤谁。那么所以说在2021年又是辛丑。辛丑当然为什么这么凶，就是因为大运流年构成了一个巳酉丑三合金局，金局又来生这个辛金，导致辛金过旺。而当一个八字中一个五行专旺的时候，它就会横扫一切其他那4个五行。所以说他这八字中当这个辛金专旺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首先啊，他就把这个目标放向了这个官杀，官杀实际上也就是她的老公。所以说据说她跟她老公打的不像样不像了，他说他不是，他说他不是，然后大家就开始站队。当然道长不说啊，在这种已经这个时候的人呢，咱这说人随与不是与不是，有点这个那啥了，就是咱只说从八字上看，这种命格的这个女性啊，确实过于强势，极其不利这个老公啊。那这里也反馈道友一个提交的啊，就是道友提交的另一个问题，说这个说有人说他这个，这个是那个。嫁的老公有克妻相，说嫁的2期老公都有克妻相，每嫁一期越严重，说老公给他克死的，在这点道长绝对给澄清一下啊，这里道长不站队，也没有收着那个男方的任何的这个什么那啥啊，道长说纯从八字上说，这个八字不止不会被夫克，甚至是有克夫的相。你想辛金极旺。还没达到那种，那个特殊格局的旺啊，就是说你只能说特别旺吧，就是火克不动它，然后还有一种，火遇到它了之后火熄的相，这个八字上很明显啊。当然，他这个八字中这个财也不太舒服，所以说他这个八字上喜用神都不舒服，忌神都特别旺。道长就先还把他这个八字基础上咱捋一遍呢，还是前3柱丙辰、丁酉、辛卯。有比肩是他的这个妹妹小 S， 然后辰是他的母亲，所以说从这个八字中看出他这个母亲又得这个天上的火来生助，所以说他母亲的辰土是很旺的，然后他的这个妹妹酉金也是很旺的，他也是很旺的，所以说他这一家人都非常旺，就是当然道长说的是女性啊，男性不旺，女性一家人都很旺，所以说他这个女性一家人都不利夫，然后特别是到这个辛金这块更严重。当然，这个小 S 那个前几天已经分享了，他那个格局特别特殊，已经物极必反了，就是阴得阳了，所以说道长说他那个是个修行人的八字。如果他那个不是修行的八字啊，可能啊他那个八字偏哭性和早走性会大于他的姐姐。但是因为道长说他那是修行，但是到底他自己能不能修行那是后话呀。总之他那个八字已经不是特殊的八字，当然道长基于的还是他那个八字，道长给他推理的，给他的一个就是那个八字实柱，是那样一个。如果不是那个实柱，他那个八字就构不成一个非常专旺的特殊的格局，那他就危险了，他可能就也会在3-5年。具体在分享他的八字中会点一下，3-5年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坎儿，就是也是50零点时候啊，因为今天重点是说他姐姐的，不是说他的。那么他姐姐这个3柱6字丙辰丁酉辛卯，这个喜忌就出来了。五行上来说，湿土和金为忌神，然后火和木是喜用神，当然水能够泄耗，就是泄它这个旺体，也是喜用神。所以说这个就很清晰了。当然说10柱说的变更之后会不会影响它这个喜忌？不会啊，
会影响到具体他的事儿，某些具体事件的会有影响，但是喜忌不会变了，确定的。无论道长推了他这12个时辰，无论是哪个时辰，他这喜忌都不会有其他的变化，都是就是辛金身旺，不会造成一个说的他就弱了或者说他就变成了这个专旺像他妹妹一样一个特殊的格局了，没有那种可能性。所以说现在就拿这3柱推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继续当他把他喜忌确定，喜这个五行确定之后，我们试着推一下他的时辰只能说是的，因为时辰与五行不是完全完全统一的所以说那些铁口直断不存在。那我们试着就是把它映射到他身边的这个事儿上来，看能不能对上酉金映射到了他妹妹，妹妹很旺，那么妹妹也很出色，也很强大，也很出名，这是确定的占月令的妹妹实际上比他还要厉害，大家都知道小 S 比大，是不是要厉害多了？然后当然道长说的厉害不是指他这个性格单纯的一个心金伤人处酉金伤，是指他综合方面，就是说的按八字上来说，这个比较强。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完了，月柱也比较强，年柱也比较强，因为年是他的母亲，他母亲也比较强。到底他母亲啥样，道长也没有去查确实有道友说他母亲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人物。所以说他这里面看出来，这就对应上了。他这个年柱，所以说有时候父母宫是在月柱，有时候在年柱，他这个父母宫就在了年柱，所以说年柱的尘土就是他的母亲。当然还是说这只是映射到他的母亲，月柱的酉金就映射到他的妹妹。那么说谁是他的老公，或者谁是他的继任的这个老公呢？早年比较早的年柱代表他小时候，这个丙火就是他的第一个正缘的老公。当然是不是结婚不重要，就是跟他确实在一起有很深的感情，并且有亲密接触的这种，并且是丙辛合的。当然他这个八字中，大家捋一下他的大运道长简单念一下丙申、乙未、甲午、癸巳、壬辰、辛卯、庚寅。这个道友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官到的比较早，身旺在逢官到，所以说这个女孩早恋，就是小 S 她的姐早的特别早，很早这个官就到了，并且合的很深，因为她这个在年柱，你看这个八字命理确实是不骗人的本身在年柱就显示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这个正官来的早，然后这个看大运呢，又是第一步大运又来了，所以说他10多岁，就到底是什么样道长又没去查，道友知道的可以反馈也就是他最开始的那任具体叫啥名，道长也不清楚道长看到这儿了，就写着这是一个道友给提供的，说12。这是不是有这个？反正是道友提交的，就是总之12、3与他这个，当然从八字义理上，这个是确实能对得上的就是在年柱上的，然后交往。但是之后呢，就到了这段不算这才12、13岁，这个算不上这算不上第一段。那么第一段应该是我看道友提交，这应该算是98年，98年这个应该就是22、23了吧，还是23、24了？这应该是那个现在大家说这个什么光头哥还是什么了？应该是这段。这段看义理上，这应该就是丙火。寅木带着这个丙火到了，丙火就是他的正官，丙辛合。这应该是。然后了这个寅木又是他的喜用神，丙火也是他的喜用神，所以说这段感情对于他来说。还是终身难忘的，或者说至少他自己感觉还是挺愉悦的一段感情，因为早期的感情复杂的那种，其他的信息比较少，就是只是为了感情而感情，他不是像在为了很多后来考虑的钱呐、什么门当户对之类的，所以说这应该算是第一段10多岁那个咱就别算了那个不算。这里就再插几句义理，就为什么会在这个98、99年，就是因为他辛金过旺，以财官伤为喜用。当然如果单纯问感情，就先不说伤，就是以这个财官为喜用，因为他这个官太弱了，官杀没有根，就必须等这个财到。然后升这个官，让这个官旺，他才能够有感情，就是因为他太旺了，身太旺了，
连别的男人克都克不住，你就可以理解就是入不了他的法眼。那么说，当有财到的时候，特别是像寅木这种财官印，当然寅木中这个印就稍微轻了，实际上主要是财官到的时候，对他是有好处的。那么来说，丙火透，然后丙火又遭根，所以说他在98年就来了。当然这里面这个是乙未大运啊，乙未这个亥卯半合，就是总之这个未土对于这个木旺的，因为它是木的库嘛，就是咱甲乙木啊，寅卯木的库啊，不是坟墓那个墓。所以说乙未这个流年本身这个大运好，然后流年再逢木到，然后就98年就是寅年，99年就是卯年，卯年夫妻宫又动，所以说98、99，是他的相对的一生中的感情运势来说最佳的流年，就是因为财生官够旺克住他了，所以说这个对他来说是为吉。到了第二段到的是甲午啊，甲午就是杀到了，杀到了之后了，这个克这个辛金有利，然后这并且是甲午就是这样一个大运，就是官到的太早了，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不是说你到了你们就可能有结果的。你想你刚12、13岁，你处对象家里能同意吗？是不可能同意的。但是不能同意是不同意，他们合的确实合的比较扎实，然后这个在他心里头，留下的这个美好感比较强。那么等他到这属于这段就是成年了，就是与汪小菲登记结婚这段，这就属于成年了。在这面的时候，他就已经算是事业有成了吧。就说与这个小 S 之间这个合作，后来自己推了很多的啥的，这就算是事业有成了。那么实际上咱还先掺着说吧，就婚姻感情和他这大运掺着说。辛金申旺，喜木火燥土，然后也喜水啊，当然燥土有一些是不喜啊，先不过细去说。第一步大运它并不是太好，那确实不好，刚处对象给他拆了。等到下步大运，从到20多岁，甚至没到20岁的时候，这4、5位这30年，理论上来说是他一生中最好的顶峰，就是非常好的这2、3、4年，就是因为他行了这个木火大运。你想一个辛金申旺的人行木火大运，所以说他就事业上各方面都有了他的一个成就，但是也正因为他事业上有了这样一个成就，才造成了他更加旺。然后再逢他这个月柱年柱，刚才说对应他的母亲妹妹对他的一个生柱，你以为是好事，但实际上这个在实际生活中，他的妹妹和母亲并没有起到一个太好的角色。当然道长这里还是说不站队不说对错，只是从义理上来说，这个八字相对应五行相对应的食神，它就是这样一个显示。这个也对应了，也解释了道友提交的另一个小视频啊，几分钟的小视频，说当他这个小 S 的姐姐已经送进医院，到底到没到重症监护室，道长不知道。反正说送到医院的之后的这个第2天，小 S 和他的母亲还在直播和跳舞，并且是兴高采烈的啊。看了道长看那个视频也有点不是心思，不知道现在他这个小 S 和他母亲看这个视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各种这个还挺发自内心的一种高兴感。可能在他们心里觉得，这个他姐姐的并不严重，因为真要觉得严重了，他肯定不会是这样的啊！任何一个人他也不会，所以说大家有一些恶意的猜测，道长是不支持的。任何一个人的母亲和妹妹，如果知道他的孩子或者他的姐姐过几天或者这2天就病重要诊，那他绝对不会那样一个表现。这是另一个话题啊，道长不去讲这种类似大家喜欢听的这个悬疑啊，或者推理，或者背后的人性的阴暗，或者说的蓄意之类的，这些道长确实不推理，那跟道长没关系啊。至于他们之间的感情，道长也先不去推理。就是有的传说他姐妹特别好，有的说后来闹翻了，但是从八字命理上看，
辛金与这个月柱的比肩之间绝对是不好的一个关系，就是本身身旺忌生柱，那么可能他妹妹就是为了他好，但是也会坑了他，而他母亲也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正印戊土，就是为辛金好，但也会坑了他。所以说大家就不要看他的母亲和妹妹什么在他的时候跳舞了，还直播了啊。当然大家可能理解你可以说是直播害了他没当回事，这个有可能说的，因为有那么几千万人在那等着还看他直播呢，他就忽视了这个孩子的病情，就没有去医院陪他，这个点有可能。但是你们上纲上线的说的啊，他怎么地了，甚至有些人背后的有些阴谋论了啊，说的就是蓄意的要让他走，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道长只能说是不可能的。这点就是可以在八字上印上在哪儿呢？就说八字上你的母亲为印或者你的比劫对你的伤害，不是他特意要伤害你，这点一定要明确啊！不是说的你理解的说的他就是蓄谋，不是那样啊，是指八字命理上他有意无意的他都会伤害你。就说你看到的是这样一个视频，说他俩人在家跳舞，如果在医院，那他可能就无意中一下把氧气管给碰断了，就是这个道理啊。或者说就是一转身开直播呢，说还跟大家说呢，说大家看看啊，这个啊，我姐姐今天病了啊，又给你们比划一眼，完了直接他就欧了。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啊，就说他在哪儿都会出现不利这个命主的事情和大家认为不利他的结果。但是也确实就不利他的事情，这就是八字命中带的啊。所以说，当你理解这个啊，无论你走了的这个还是没走来的，就不要过度的内责了。这确实是八字带的。当然，吃瓜群众道长还是说到理性吃瓜，咱别脑残吃瓜，就是害回来啊。我们还是先从纯技术层面把这个八字解析透啊，就这三柱还没推理后边那个十柱呢啊，就已经包含很多信息了。丙辰、丁酉、辛卯，因为这个辛金旺，旺它就喜泄喜食伤，所以说它就受人欢迎啊，就是食伤为喜用。见人水啊，见人水喜这个辛金，它就会更加这个亮丽美丽。所以说这个有的老师推它这个十柱是人水伤官，然后就推个人辰，为啥呀？说这人辰做伤官库，伤官有利，然后伤官有利的人就什么呢？特别受人欢迎，就是他胡说八道大家都喜欢，他主持什么大家都喜欢，他撒欢大家喜欢，他发脾气大家都喜欢。这个是什么？就是以前道长说那个食伤那个魅力。而一旦你带一个食伤库，那这个就特别厉害了啊！这个食伤可泄秀，因为你身旺扛得住泄，那这个就泄秀有力。到底什么是食伤泄秀？什么是这个食伤让你泄的你身弱？这个以前道长分享过了啊，不明白的这查一下，道长就不过度展开，再展开就过多了啊。然后食伤又代表这个聪明、口才、艺术、欲望、展示、美好啊，这些身材姣好等等啊，所以说有些老师给他推带一个食伤，理论上啊确实说得过去，不然如果不给他带一个食伤，你说他是一姐，说他是这个台第一这个主持人，说他是受那么多这个男性一个欢迎，这个也说得不过去啊。所以说有些推这个人，这个十柱是人时，这是道长顺便赶的啊，再说他。前三柱就先点一个啊，道长还是说先不是确定他就是人辰了，但是这是一种说法，说是人辰的话更符合他现有的在这个主持人圈或者演艺圈的一个成就。然后我们再说他感情啊，他因为辛金身旺，无论十柱是不是啊，如果十柱是刚才说那个人辰的话，他就更加不利婚姻感情了。为啥啊？这样来说，这个年柱占个丙火无根，月柱占个丁火无根。然后又被食伤库所冲克，然后辰酉又合，两个辰库又合旺这个酉金，这酉金又特旺了，比肩又旺了。所以说这句话啊，咱翻译过来是啥呢？就是说这个女人特别旺，母亲也特别强势，姐妹也特别强势，然后让嫁入他家的男人，没有一个有好果子吃的。大家看到了吧？这个八字上就是有这种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个正官在年柱。因为太早被母亲拆散，这个是怎么推出来的呢？因为丙辰丙底下做的正印啊，就是辰又是食伤库，又是底下这个戊土又是正印，然后呢，辰土又是忌神。针对这个辛金身旺，大家一定要慢点啊，反复的听啊。辛金身旺的人喜合丙火，为了就是让丙火把它这个旺刻画，这化成水，又时常泄一下。但是那阵太早，12、13岁，所以说母亲就棒打鸳鸯了，
导致这个辛金恨这个母亲恨了一辈子。但是别的母亲也得打啊，你12、13岁就跟人去了，并且不是简单的跟，这个八字也有这个相啊，所以说母亲就给他拆散了。然后这个八字确实不骗人，这命理上很直接，年柱就是这样一个相，丙辰也是这样一个相，丙火是辛金的第一个喜用神，也是他的第一个男人，辰土是他的忌神，拆散了他的第一个男人，至少让这个丙火毫无力气来和这个辛金，就是或者说这个辰土又继续生辛金，然后呢毁这个丙火，让丙火无力来和这个辛金，你就是并且是够不着，说白了嘛，你身段太低，你能量太弱，你够不上我家姑娘，这就是这个八字的年柱上丙辰的第一个相啊。第二个相就到了月柱的这个丁酉啊，丁酉就是感觉是比这个年柱稍微好一点了。为啥丁酉的到来是在这个甲午大运生申，就是丁火虽弱，为啥也说丁火弱啊？因为每一柱看啊，丁酉丁制作这个酉金啊，又是不利这个丁火的，但至少比这个丙辰要好一些，比它要有利一些。完了再逢甲午大运生入丁火，就给丁火一个燃起来的一个机会，这样丁火就制住了这个辛金。因为一个女人啊，不要以为自己强势你就是幸福的。女人对于强势的女人，特别是辛金了，包括那几个道长分享过的好伤人的这个天干来说啊，只有制住你的这个人，你才叫幸福的。就是官杀啊，官杀得制住你，你才有婚姻，制不住就没有婚姻。那我们看他为啥说第一段有了一个初期他认为很幸福的婚姻，反复跟大家晒的这个呢？初期的在于哪儿啊？就在于他这个甲午大运生入丁火，然后呢，让他这个八字的火的五行很旺，这就是大运带来的。而大运带来的这个五行火又是他的喜用神，然后这个喜用神克住了他的忌神的辛金，或者说在那部大运中横了那么几年。大家看到了吧？就所以说，在这个甲午大运，至少，小 S 的姐姐还是比较乖的，或者说不说特别乖吧，但是也还是受这个官杀的管制的啊，就是受他克制的，就把他归拢住了。但是直到这个大运一过去，到了后边这个大运，就是道长刚刚说过的了啊，就是这个部大运巳酉丑三合金局，2021年金又旺，金特旺的时候，他就反制官杀。所以说看他这个八字第二个婚姻上的特征啊，就是身旺以官杀为喜用神，官杀自助立婚姻。然后当辛金专旺，辛金怎么旺的啊？怎么样形成这个三合局的？巳酉丑就是啥呢？有土，有金，有自己，就是这个。如果再翻译成咱们五行上的相，翻译成咱食神相的相就是啥呢？辛金也就是这个命主与他的姐妹儿，不只是他的妹妹啊，与他的姐妹儿、与他的母亲或者他的七大姑八大姨联合起来整治了这个官杀，让官杀没有一点这个立足的地，特别是这个杀，也就是他的这个老公汪小菲，也就是这个丁火。所以说这又是道友啊，道长就顺便分享一例，顺便带着回答道友的问题。说有的说这个什么汪小菲家暴，有的说汪小菲这个提前有这个第三者，有什么等等啊，那些道长还是说呢，不去八卦，也不去看那个绯闻，但是从八字义理上推，我们还打开他这至少非常他重要的这两任的，汪小菲的是辛酉甲午丙子，光头巨金叶的这个是己酉癸酉己丑，这个小 S 他姐的这个是辛金身旺，那么辛金身旺自然喜丙火，喜官杀为夫，或者喜官杀克，丙火丁火理论上都是适合他的啊。所以说这个汪小菲这个是丙火，但是汪小菲这个丙火因为虽说生在5月，也是甲午月挺旺，然后年柱坐财，这八字格局还是不错的啊，身旺财大，但是正因为身旺财的大，再加上时柱咱没详细推啊，因为今天重点不是说汪小菲的。时柱如果再是金水之类的，那他这个丙火就并不是特别旺了，但也还是大概差不多身财两挺左右，应该不会弱于这个财，但也不好说啊，他这个只是说不好说。总之看起来他这个丙火与这个
辛金还是比较合的啊。这是八字上展示的一个象，但是因为年柱上这个辛酉太旺了，如果时柱只是假设说也是辛酉庚申的话，那他这个丙火啊可能就不得伸展了。为啥呢？就是庚辛的辛酉呢，就把他这个甲木给割了。甲木割了之后呢，这丙火就没有什么生助的来源了。那丙火就不旺了，相应的就被财给灭了。他这个八字也有可能有这种象，但是整体上这八字和他这个八字合程度确实是比较高。如果按这个合婚人看民间看，那他这个合的80%-90%，或者说一个女性如果说不是对男人要求太高，他说对付过吧，或者说对自己稍微化性，这个是完全可以过下去的。换句话说吧，就他这个辛金这个八字找到这个辛酉甲午丙子的这种格局的八字，就已经是别说天造地设什么天哪一双了，就已经不错了。也可以从婚姻感情来说就是他的幸运。但是呢但是人就是这样啊，咱们还是不过多的去评价他，咱把这个八字说完，咱说他后找这个吧。后找这是己酉癸酉己丑，当然这个既是他后找，他也是他小时候不是初恋，但是小时候很深的，现在他又回头又奔这个去了，还是说这个就又奔他来了，具体情况还是道长说不说八卦啊，单纯从八字上分析，己酉癸酉己丑，单纯说这个6个字就有5个是他的忌神了。当然癸水也并不一定是他的喜神啊。还是说回来，别看他需要这个去这个那啥的，就至少是5个是忌神，然后时柱还未知。如果时柱也是金和湿土的话，那这个忌神就特别旺了，就明显能够看得出这个光头的八字，或者说这一类人就是这个小 S 他姐姐的最大的忌神。当然道长还是说忌神，大家又不要把它上升为说有人说他前多年就给这个那谁买了巨额的保险，只要一走了他就发了，或者说他一走了他就会继承他的财产等等，然后没上到那个层面。道长还是说只分享八字，道长不是给那个做这个不是写这个什么侦探推理小说，也不是在这个那啥这方面呢，还是说仅供娱乐。今天这个话题不能叫娱乐了啊，就说仅供参考，不能说是这个是那啥啊。总之就是这种八字格局的人对这个辛金就对咱们今天分享的命中极其不利。无论这个人是他身边的他的老公他的父母他的朋友，就是任何人都对他不利。但这里就道长就今天多插两句说，那这么不利，为什么他还这么喜欢他呢？就是人已经飘到一定程度了，就说这个辛金他旺到一定程度的人可顺不可逆。当然他还没达到这种极顺，就是极旺专旺的程度啊。如果达到那个格局的高度了，那咱是理解的。他的问题他只是普通一个辛金旺，但是他就想要极其旺。然后呢，那至于像王小飞这样的这种八字丙火的，他天生丙火就是克辛金的，并且是克合辛金的，克合辛金丙辛之间是有情之克，并不会给他造成一个太大的伤害。但是从辛金的角度来说，就是如果他认知这个事儿了，并不会真正造成内核上或者什么伤害。你见过哪个太阳把金银珠宝晒化了？是不是？你见过哪个太阳把这个那啥烤坏了的，就是把这个金属烤坏了？不可能啊，它不存在那个道理啊。但是这个女命她不知道嘛，她就觉得你考我就不行，为啥呢？只有我考你，只有我赐你们。辛金就是这样一个属性啊。过两天还是会详细分享。辛金讲话，只允许我伤你们，不允许你伤我。你别说伤我了，你就是稍微不顺着我都不舒服。然后现在就出现了这个光头，就特别顺他，就是因为光头的八字里面就是金和土湿土特别旺。那么他顺他就有点像是什么顺呢？就跟网上很多有道友发过来说的，像开玩笑说的，说像他父亲一样宠他。有没有这种那啥？或者像他父母像母亲一样宠他？是否是这样？是。他这个八字上，因为你想他是土金，他这面忌土金，那他又是他的印，他不就是像长辈一样宠他吗？
但是正常的心金如果身弱可以宠可以，但是问题在于他这个心金本身就特别旺，然后你就受了一个这样的八字的人成天在你身边宠你，他就更旺，他就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就更飘了，然后或者说吧更不利他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一个运势的提升，在婚姻感情上那更不利男人了。这个男人你可以理解不算他的丈夫，算他的长辈照顾他的，当然那是好听的，也可以算他的保姆，算他的司机，算他的佣人，这个八字上也有这点。但是到底背后还有没有其他的大家所猜测的那些不可告人的事情或者预谋的伤害发生的，还是说不是道长分析的。总之这个八字对他来说不好，是忌神，这个忌神可能是有意的忌神，当然也可能是无意的忌神的一个伤害。因为八字上的这些伤害它会映射到现实中的食神很多个方面，不是说的唯一的，不是唯一的大家想象的那样一种。但终归上这个这种土金太旺，就造就了他这个，或者让这个心金就更加旺。这是道长一再强调的，就是天地人的影响。时间刚才已经大致捋了，摆到这儿了。地点一会儿会分享，这是日本这个地点。然后呢，人物都给他摆到这块了。人物你看刚才说他母亲他妹妹都是他的忌神，他带在身边。然后这个男人又是他的忌神，他又带在身边。那你想啊，这块这就不过度展开了。大家自行脑补吧。但这里面再插几句义理啊，这也是道友们经常问起的，说那他既然忌神，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呢？这里道长就再说一遍，这个应该说过很多遍了，就是喜用不等于喜欢，心金身旺，喜用木火，水，忌土金，但是呢，他本身呢又喜欢土金来生他。因为土金人顺着他呀，顺着没密他呀，但就容易给他造成一个过度的旺，或者给他造成什么土重金埋，或者说金过旺的来的太旺了之后，会把他这个卯木的财割了，把他的这个真正的官给克没，反克没，就留下这个八字，辛金，造成了辛金就特别旺了。这个辛金是婚姻不幸的主要原因，就是说怨女命嘛。你要非要说怨一个人的话，就说怨这个女命命主，就是为什么怨他，就是因为他心金太旺了。旺了之后，你就知道自己把这个旺的劲头降一降，无论是事业、感情、婚姻还是健康一会儿最后道长钟姐再说，都是与你这个离不开的。如果你能知命认命，你就能够化解改命；你不能知，你就只能沿着这条路走到最后，就是一条死胡同。就是这个道理啊。然后我们还说这个义理啊，日主辛金旺，喜这个丙丁火，有官就用官，无官就用杀。当然他这八字官杀都透了啊，这里官杀都透，大家又明白了，又也懂这个官杀混杂女，特别是旺的，那他自然就是那方面不检点，这是确定的啊。不只是来得早，官杀混杂，然后他还身旺，一个还是满足不了。所以说，那么又有传言说他是否这个。他这边有这个不老实的行为，这个八字上看也是确定是有的啊。所以说这点呢，看不只是怨她的老公，或者两个人都怨，因为道长还没有推这个汪小菲的啊。但这里还是再插几句啊。汪小菲这个是丙子，他这个是辛卯，其实两个人都犯这个阴差阳错，就是两个人都会在这个感情上不顺。所以说那么两个人都是不顺，都是正好掉个在一起，倒是一个很好的主客。但是两个人都不认嘛，特别是这个女命好像是最不认他这个阴差阳错，他就试图把这个东西给他扭过来，但是他越这么试图扭过来，越难以扭过来。当然说从女命这个命主的八字上看，大家说起来那些什么就是传闻，就是这个
说这个，当然他这个咱不说了，因为说很多遍了是官杀混杂，但说这个从女命的八字看男命到底有没有可能是有其他的，这个也是有的，确定是也是有的。因为丁酉，你看嘛，丁火是坐在这个酉是他的比肩，比肩就是他的姐妹儿或者是这个同事或者同龄人或者这个那啥上，所以说就是说白了都不当位，都不当位，那自然就他这个婚姻就难以持久，或者说这个感情，就难以幸福啊。先不打开过多的八字啊，因为一旦打开了不同的八字在一起交叉的时候，大家听还容易混。因为今天完全就以单一这个，咱看看能不能通过一个单一的就把人的一生这几个重要的节点捋出来，然后断出他这个为什么这个分手，为什么结婚，为什么再婚，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大运流年离去，如果不离去会在下一个什么时候离去，有没有可能不离去等等啊。道长重点今天说的是一个从技术方面。术的方面，八字方面分享这个义理与生死相关的，先不跑太远。但是还要把它与这个感情相关的捋完啊，因为这个实际上说是分开的，它也是一体的。因为女性的健康，很大受这个婚姻感情影响。前几天分享寿命这块也说过了啊，就你以为单纯的是健康，包括他这次离开，但实际上背后是有一些与财相关的。与这个感情相关的，这离不开的啊。就说我们好食神，好把这个分开，简单的把它映射到说他因为一个男人而这个寻短见，某些人因为一个财而想不开等等啊。只是你认为是这样，但实际上八字是一个整体，是不同的五行坐在一起产生了不同的一个作用，映射到不同的食神，没有这个食神也会有那个食神，它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啊。在这个八字中，卯木不可伤。道长还是把它念一遍：丙辰、丁酉、辛卯。夫妻宫这个卯木不可伤，看到吗？既占夫妻宫，又是他的财，财又生这个杀升官，等等啊。只要这卯木一伤，然后的七杀，官杀，无根，这八字就倒了。说白了就是光剩一个金，这个金你又打不成专旺，就塌架了，就倒了。所以说这个八字看起来这个很强辛金，但是又很弱，很弱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卯木太弱。卯木太弱的原因就在于是一个酉，月柱占月令就是酉，就是说他这个太旺了。当然卯辰之间这关系也不好，这个道长不过度展开的都知道，卯辰之间关系不好，卯酉之间关系不好，所以说他这个财。虽说是他的喜神，但是呢又很重要，很容易倒。所以说这就说白了，咱用咱食神现实中的话来翻译这个义理上，他这个日柱啊，看从年柱、月柱到日柱就会因财出事儿。跟谁与因财出事儿？财坐夫妻宫，看到吗？他反了倒了，就说明女人很强势，会与她的丈夫因财出事儿。当然道长还是说没细查，有道有提交说这个她与老公在这个婚姻时候就成天因为财这个这个那个的，然后离开了又是打官司，从她老公要索赔要钱，据说分开了已经离婚多长时间了，还是刷卡，还是刷的她这个上一任老公前夫的这个卡，汪小菲的卡，到底是不是这样道长不清楚啊。但是八字上有这样的象，就是第一他会因财出事儿，然后财其实明明是喜神，但是坐的位置不正，大家看到了吧？然后呢，给这个七杀给官杀挤得很弱，没有地方，而一旦财没了，这个官杀也就没了。就是这样，所以说你跟一个男人还反复来较真儿，你的我的，是不是？你人都是嫁给人家了，你还你的我的，还抠这个财，甚至他在他的心目中，这个财比这个年月这个官杀还重要，或者说是在他和月柱上的酉金和年柱的辰土，也就是他的妹妹和母亲，他这个家族之中，他这个财要比这个男人要重要多了。所以说这个八字上看起来极其不利男人。当然。这里还说了啊，你在婚姻上这么看，如果再往健康上捋看，这个健康上道长也讲过了。我们再从健康上简单把他八字捋一遍：丙辰、丁酉、辛卯，他这八字中丁壬合，如果时柱是壬水的话，如果时柱不是壬水的话，丙辛合。总之就是把这个本来就弱的这个小火苗又合了。合的如果合够狠的话。就是有一种合伴脑，它合有时候合化，有时候它不化，然后丁火本身烤着这个辛金并不是太舒服，
然后丙辛在一合，然后它这里面又没有甲木啊，至少吹的这几个柱里边都没有甲木啊，甲木代表啥？道长也都分享过了啊，所以说这些组合加在一起就会导致它阳气受损。然后就会影响他的这个精神或者情绪或者思维，然后他就会有一种那个癫痫或者半疯那个状态，然后这种状态就会让他有时焦虑，有时候这个焦躁，有时候双向。当然这个心金又特别旺啊，他就会有一种很急躁伤人的那个感觉。当然他把这种感觉应用到他的这个事业或者主持上，有些时候是好事有些时候它就是坏事。当然这就同时又映射到了道友问的另一个问题，说他这个经常有人说他在家时候不太正常，是否有这一项？这是有。然后又问起了道长不让念的那2个字啊，说也有这个项啊，因为他这个有一些能量的源泉支撑不够，或者说吧他在精神上的东西，因为心金过于收割属性太旺啊，并且他又以财为重，他这种就说的，你可以说他这个灵魂层面。什么是灵魂层面啊？他这八字中很少，就说什么呢？能够填补他内心空虚的东西太少，然后他只获取了一些，对他来说并不是能够填取上的东西。然后在他月柱和年柱上，对重要支撑的又是他的忌神。就会导致他会把这个目光投向到一些虚无的空虚的，能让他暂时放下的，或者暂时放松的，或者暂时飘的那个状态。当然如果用修行人的角度来说，那就是修行或者禅修的这个状态。当然他不是修行人，那大家就知道那个是什么状态了嘛。就是忽忽悠悠的，他忘了自己了，然后后来因为这个出事了。道长还是不细说。从八字上一看有这种象，当然这个也会让他身心都会受到伤害。我们再简单把它捋完啊。说地支还有一个卯酉冲，卯酉冲这个，并且冲的是夫妻宫，这又是动荡不安之象，这个婚姻。所以说他这个八字婚姻直接一打眼一打开就是婚姻动荡，会因情受伤，因婚姻受伤。然后酉金，并且是得这个年上这个太岁丙辰的这个沐浴啊，又是桃花啊，这个又是桃花，桃花又占月柱又有利，所以说这个女人啊，多情，这个后边不太过多的说了啊，就说总之这个婚姻十分不稳啊，会有多婚之象啊，我们简单点捋吧，这就捋到2021年巳酉丑。2021是一个点，2024也就是刚刚发生。今天继续啊，昨天晚上分享的听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口误，还是说希望理解，就说还是说嘛，粗糙一些是对的啊，就说尽量粗糙。我们如果在这个社会中学会生存，就要让自己变得粗糙起来，而不要过于细腻。特别是某些阴干，特别是正在分享这个心金，之所以他不幸福，或者说之所以他自己感觉不幸福，然后这个感觉不幸福就导致他的婚姻、健康，这个身体，包括事业等等很多方面都出现问题了，就是在于这儿，就是他过于细腻了。当然细腻是好听这个词儿啊，如果说不好听的就是过于挑剔，眼睛不揉沙子，什么事都要求完美。这个在以前分享星爷那个八字也简单带过了，后期还会去说。而辛金就是有这样一个特点，但是辛金还和其他阴干那几个不同在哪儿呢？就是说乙木能柔，乙木就是咋呢？我是眼睛里也看见不好东西了，但是我就变成那个东西，我就随风倒，墙头草。丁火能忍，丁火是咋呢？一直就忍着，直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时候，他再说话。你咋地也不惹他。等癸水也是有智慧，但这点实际上阴干有时候有点像通的。你看丁火是火，癸水是水，但是癸水跟丁火的这个智慧有些时候又通的。过两天癸水道友也会说，就说他就忍了，他就化了。己土能从，己土是啥？我干不过我就从，就这样，是不是？我干不过你，那我跟你顶啥？但辛金就不是啊。辛金就是我弱，我也不从，我也要干你。但是说我要旺，那我更不从，我更要干你。辛金对抗的是整个世界啊。
就是身边实际上你看的是8个字，其中7个字都是辛金的这个邻居。大家还分享过这个八字看到，就拿这个丙辰、丁酉、辛卯、十柱是道长那天给他安的丁酉，今天也会把它详细的把这个12个时辰都捋一遍。咱拿这个先为例啊，你就说这个辛金要是弱，他肯定就不喜财了，也不喜火了，也不喜这个什么什么的，就克制他的了。但是说他强了呢，他也不喜，那你说有啥招啊？有啥办法呀？强了的辛金，那你看这个男人对他，他也说是他的这个不好，是吧？他也说是他的这个负担，也说是这个他那为啥人男人是你的负担呢？是不是？从八字上看，你辛金身强，坐下夫妻宫坐财，那你男人是你的负担是正常的呀。为什么男人是你的负担？就是因为你辛金身强，你喜欢那些男人作为你的辅用，作为负担。你看，但是呢，你又朝这个程度做的时候，你又发现男人不完全是你的负担的时候，或者你为男人付出多的时候，你又不高兴了。这是辛金女最大的一个特征啊。道长今天说完，可能还有好多辛金女都得不太高兴。你细想对照一下自己这个八字，如果你也是辛金身旺的话，你会不会有与这个小孩子他也有相同的大致的一个感觉，或者一个体验，一个特征？就啥呢？你的男人强弱你都不喜欢，弱了你肯定瞧不上眼儿。你说这什么个男人？你咋这么完犊子呢？里外都拿不起来，上下都拿不起来。如果他强了，你更来气。你凭什么强啊？你为什么要强啊？我是辛金，是一个珠宝，是一个针尖儿，你怎么能淹没我的光辉呢？俩人出去是不是？其实男人强了就是你强了，但是辛金女想不明白这事儿啊。己土女可不是，己土女觉得自己男人强，她就强了。当然还是说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不好。己土容易过于依赖，但是辛金之所以不幸福，辛金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他不想依赖，而这一点就注定了他一生的不幸，特别是在感情上的不幸啊。所以说古时候批八字，批辛金女，基本上啊，大户人家看这辛金女都是绕道走的，跟现在不同。别看现代说了啊，这女人有时候说你这个，也有事业，也有什么官杀，也有什么的，但以前不是，因为你一旦辛金旺了，这就搁这摆呢嘛，你会合化他的这个正官丙火，然后会让他这个杀的丁火克不住你，然后你还是以求财为目的，然后等等等等啊，这就不全捋一遍了。总之，古时候一看辛金女旺相，基本上就嫁不出去，现在还成抢手货了，是不是？为什么抢手呢？就是因为啥呢？他这个比较，怎么说也不能说人刁钻呐。一个女人如果嫁给你了之后，你的老公会说你刁钻，但是如果他没嫁给你，就类似这个大小 S 这种的，在某些节目上，他语言这个叫犀利，看到了吧？不同时期这个词儿是不同的。因为你这个犀利，因为你对男人这个攻击性，或者因为你不给男人面子，这些男人倒喜欢你，但是他喜欢你不等于将来结婚他对你好啊，或者一辈子他都能喜欢你啊。前期没搞到手的时候你可以，那会儿你还年轻，你还漂亮，你还清纯，你骂他几句，甚至打他几句，动刀了他都能忍的。但是说他结婚之后了10年、20年、30年，你让他30年如一日的忍下去，那怎么可能呢？但是这阵辛金女可能会说一句了：当初你跟我说的时候，你说你能忍我的呀，你说你能原谅我的呀，你说我现在的缺点都是优点呐，为什么你现在就不能容忍我了呢？然后哇一堆。当然有些时候辛金女还有一个特征，辛金女好动手，不只是口啊，嘴上锋利，她还想动手动刀，这也是有这样特征。当然道长说的还是要看组合。今天道长这个分享，这是后加的啊。昨天说了半夜也不知道都说啥，乱七八糟。这是开始之前又加点开场白，又加了几句，然后那个一会儿可能有重复的，也可能遗漏的啊，还是道友们说对付听。还是说啊，这种格局并不能说人家好与不好，就说不同的时期，一定要结合它不同的一个背景来分析这样一个八字。其实这个八字在现代来说确实是不错的，它和这个小 S 那个都是可以的啊，大家可以理解成，特别是大 S， 就是典型的事业型女性。你想辛金，本身就是那个璀璨的珠宝，然后那个又身旺，就意思更加珍贵这个珠宝，更加抢手的抢手货，
当然呢，这个负面的这个表现就是啥呢？刀剪锋利的利器，你以为它是珠宝，但是你靠近的时候发现它是一把利刃，一把尖刀，扎进了你这个胸膛。所以说他这种格局对男人是十分有杀伤力的。当然，在事业上来说，他比较果断，目标明确。所以说当时他由，这也是看道友提交的一个信息啊，道长也就简单捋一下吧。说他当时由这个普通的歌手转型到演员、主持人，然后到他形成了他自己这样一个，按这道友提交的说的。应该道长能看出来，他是对他是十分崇拜的。可能昨天道长的分享，对于他这个十分崇拜这个小 S 的姐姐这些道友来说，可能是一种潜在的伤害。这里是没有办法的啊。道长还是说，道长只是从这个中立的角度来分享一个八字，但是道长的纯中立，在你往左的人看他也不中立，往右的人看说道长也不中立，但这个没有办法啊。道长的本的心就是中立的，但是因为个人都有个人的局限性啊，道长就是道长，他就没法像你所谓的那种中立。是吧？那就没有办法了，你只能克服去听。这就如同道长在举例的啊，针对这个小 S 或者她姐姐与这个她婆婆之间这样关系来说，你问任何一个婆婆都得说是他俩的不对，你就随便问任何一个都是。但你要问任何一个儿媳妇，她都得说那几个婆婆不对，当妈的不对。那你说这个你让道长给你断谁不对，那不乱套了吗？是不是？道长不是这个断家务事的，也不是讲八卦的啊。道长是说八字的，不是说八卦的啊。但是你说那你有点接受不了，你慢慢接受啊。接受不了，但道长还是说了，你试着接受，换一个角度接受。如果你已经进入一个角色了，比如说你已经把你自己带入到儿媳妇的角色了，你别说听道长说话了，你听谁说话你也觉得别扭，你就觉得他死的屈死的冤，就是被老公整死他，就是被这些臭男人搞死的，就是被他婆婆被他亲妈搞死的，那也没有办法啊。但是说你要带入角色，带入婆婆的角色了，那可能有些人就说了，这种人作的，说实话都作到啥了，作到山多少天了，这不就是天收他吗？啊，什么在家吸这个，在家磕那个，然后今天跟这个，明天跟那个，从12·3一直跟到走的之前，几天一换，说的这还不够，说在家开这个，不敢读那2个字啊，开那个什么那啥派对，然后以女性为主角的开这个派对，找来拿着这个，据说是传闻呐，道长还是说嘛，不讲那些过多的这个八卦啊，也不是为了吸大家的眼球，就是这如果按老婆婆评价，那你这俩人早就该走了。所以说道长如果基于这个来说，那么就说不完了嘛，或者说那没等说就得让人骂翻天了。道长还是说，道长重点讲的就是义理，就是这样八字是否体现了这样一种信息。当然也是道友提交的，道友提交实际上比道长整理的那个还多。比那个还多啊！道长就只是说，在他提交的信息之中，抽出了几个点，说试图从八字上找到一些信息。当然，道长找信息也不是为了对一个刚刚走的人给人一个或好或坏的一个评价。道长没有权利对一个人进行指手画脚。道长之所以今天分享他这个八字，主要的目的就是说，第一，我们从这个八字中。看一些义理上天道运行或者大道运行的规律，从这个规律上能给我，就是包括咱听音频这个我们本身我自己能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启发，让我们不再走他曾经走过的坑，或者说不再受他曾经受过的伤害。这是道长分享的主题和目的啊，不是为了说的拿这个音频又去伤害他的家人、他的朋友，或者伤害咱们这些听音频的道友，或者说咱听音频的，或者你们看视频或者网上看的某些帖子这些来互相攻击，婆婆派与儿媳派，男人派与女人派，女权派与男权派，大打出手，对骂翻了，那不是道长的目的啊。如果你是本着那个目的，你转移阵地。出门左转，是不是有的是那种地方？你出门就是，非常多啊。因为一旦你把自己已经角色带入了，就是比如说你就认准谁是对谁是错的了，那其他的所有东西都没有意义了。之所以你现在过得不幸，
或者说所以这个八字道长分享这个命主过得不幸也在于这儿，就是心金身旺，我认为我就如何，我认为我就是对的，我是错的。其实他真正是爱财吗？不一定吧，他没缺那么多钱吧？那为什么还要跟老婆婆、跟这个老公打仗呢？跟前夫打仗？当然，有些道友这过来可能又打断道长说不对，是他前夫跟他打，是他老婆跟他打。道长都气乐了，谁跟谁打，一个人他打不起来啊！道长改天说他婆婆八字，说他前夫八字，也不会说好听的话，或者说也不会说男人想喜欢听的，也不会说婆婆说想喜欢听的啊，就是这个道理。义理背后就是有这种。像这个八字也有点这种像，就是谁都不服。她不只是干她老公，干她婆婆，她身边的人谁都干，她妹妹照样她也干，就是没有她不干的。这个心金身旺就是有这样一个特征，所以说到最后就这个心金就把其他的4个五行全干没了，就剩自己了，然后就散架了，就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他懂这个道理，他就散不了，就是这么简单。人的一生，特别是这心金身旺的这人的一生，就是与自己奋斗的一生。与自己怎么斗呢？就是说让自己这个心金的这个旺不要那么太旺，时刻要这个叫老子说那个叫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这句话就是说给心金脑，就说你别老支棱八翘的，别老把你这个针尖露出来，别老把你这个珠宝显出来。你珠宝不显出来，你就不会受伤。你这个针尖不露出来，人家也不会防御。你成天跟老公提了个锥子准备要扎他，你成天拿个小刀准备要割他。是不是啊？那谁能受了啊？谁跟你过日子不是这个是不是啊？你1天2天可以，时间长了不都成精神病了吗？所以说有人说他们一家都是精神病，道长说还没有细看，但至少这个啊，这个是有这方面的一个倾向，就心金女是有，但是到底说的她的婆婆、她的妈妈、她的那看都没细看到，但是小 S 的确实也有，都有。话又说回来了啊，在现代这种压力大的情况下，谁又是正常人呢？所以说我们只能自己靠自己啊。这是道长分享八字命理的一个底层依据。昨天一劲说不分享这个大道，只分享这个术和义理，但是道友没有办法呀，是不是硬逼着道长给往出整？道长就稍微带一句，还回到这个刚才捋到哪儿了？捋到这个八字本身和他这个性格特点。性格特点其实在事业上做吧，确实是可以的。如果你摊上这样一个八字。事业你就不用犯愁了，确实不缺吃不缺喝的，那么你就不要把这个重点还放到事业上了。大家想要换角度，其实你说姐俩人是用心做这事儿了吗？不一定吧。或者说的他怎么说你都喜欢，你没发现吗？就是说他或者节目当他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以后，他就随便聊。就随便拿捏来的男人、女人、老头、大人、孩子，他都能拿捏得了。据说是大 S 小 S 了，今天不说这个大了，就说据说是小 S 还是他姐，就来是刘德华吧，还是谁？这些就是大家都觉得非常崇拜的人物，到他眼前了都跟小孩似的。为啥？就是因为他这个八字硬，八字的能量场能够把你这个一个男人、一个明星的能量场打散。能明白，就是你往跟前一坐，你就感受到他这姐俩的这个强大的能量场，这对于本身对于男人是一个强大的压力的。你想像什么是刘德华还是谁那种特别大的知名星，在他跟前都放不开，是不是？他都去什么坐人大腿上，还是什么抓人前胸还是之类的啊？这好多这样的一个段子，说他们跟男人十分放得开，但是男人在他们跟前就如同小孩一样，拘拘束束、紧紧巴巴，就是怎么都放不开。那你说这种能量场的人，你把这能量场带入了自己的这个日常的生活中，你的家人、你的老公身上，那这个老公和这个家人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道长说的感觉，你们能不能感受到了？现在道长不是说的谁对谁错的问题啊，哪有什么对错呀？但是他天生就是这样一个命理，他不知道，身边的家人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你说跟他对着干，干不过。然后就得宠，那宠来宠去，宠到啥结果了？是不是？这道友这道长才发生的半晚上给道长留言，甚至又给道长私下发过来不少这个小资料，说了他前几任老公，说这个汪小菲的不好，说你不知道他家暴，这10年中什么2死1伤，道长都不明白咋还有血案2死1伤。后来道友一解释，道长才明白啊，就是那个2死1伤。但是如果从男人角度考虑，是不是也可以是男人伤了呢？
或者说这个两死一伤都是这个新金女自己造成的，无论她愿不愿意听啊。道长今天说，既说给我们还活着的，也说给走了的。他在这面那面如果能听着，也希望他早些去释怀，早晚还要走，或者说他早晚还要回来。你这步走不明白，下步还走不明白，就是不停的在往回走，不停的在轮回，完了还在这块卡跟头，永远就在这儿绊着，那还有头了吗？那多苦啊！这也是道长今天继续分享这个音频的一个原因啊。实际上不想说那么深，但是道友们有好多那么执着，道长没法就还得点几句，因为实际上啊，道友们的执着也是这个新金女，就是这个小 S 的姐姐的执着。你们执着的点是一个，就是为什么我这么不幸，为什么他们那么嘎嘎都来伤害我？总之在道长不去翻过细的东西，在这个八字上看不到这个人的不幸。道长唯一看到这个人的不幸，就是他太旺了，他不应该把这种锋利之气用在他身边人的，特别是亲人身上。但是道长还说，跟道友这个道长打抗说什么小 S 10年，对这个小 S 伤害，对这个命主伤害太大了，甚至有家暴动手的时候。道长这里啊，还是说一下，基于这个八字看，动手都得绝对是女人先动手的。当然，可能有些女权又说了，女人动手，女人哪有劲儿啊？她打不过你大男人呢，大男人能不能挺着？那你要这么说，道长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新金女不只是动手，她会跟你没完没了，她直到打到你动手为止。那你说正好你打男人，男人也分不清，到底说你是真开玩笑打着玩，还是你是真动手了？一次两次行，打10次8次行，可能打到某一次，这男人也就回头给了他一巴掌，而这一巴掌可能正好就被他妹妹或者被狗仔队就给你偷拍下来这个照片了，然后就传出来说男人家暴。其实你没想这个其后背后还有背后之前的某些当然道长这是道长纯属臆测，脑补的不是道长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对男人女人的一个不恭敬，就是从这八字上也有这样一个信息，就是俩人有些时候好闹着玩。道长就从这角度说，就是俩人亲近你特别好闹着玩，你掐我一下，我拧你一把，甚至是我霍霍你一下，你霍霍我一下的，霍霍就霍霍鸡了。这新经理就翻脸了，最后俩人就打到一起了，就变成了家暴了。当然，道长还是说不针对具体的一次谁对谁错，但是道友发过来，这道长看起来是很好笑的啊，说给王小飞都打警察局去了。说我不在家待着了，我受不了那个女人。那你想，如果他家暴女人，怎么还能被女人打到警察局了呢？警察局受都不回去。等再啥时候送他了？他说什么家里头什么搞这个聚会呢，搞派对呢，搞这个 party 呢，搞什么呢？他看不下去了。再有时候他自己这个他的老公就新军的老公上警察那报案说家里他们那啥呢，等等啊，当然这种说起来就不是一次。然后这里面道长还是说不针对他们具体的事儿来说对错。道长就是说，那如果他八字不合，或者说如果他俩感情确实难以容忍，第一，他俩不会过这么10来年，都不会有大家所说的到最后的结果两死一伤，就证明他俩八字至少是可以的哦。道长还是说只从大象，因为没细分析汪小菲的八字，还说只从这个女命主的八字说辛金身旺，喜火来克，汪小菲是丙火，严格来说他俩是合的。但是有些道友说了，人家慧儿那光头好，他俩光头感情特别好。那道长又反问那些支持他们的道友，道长问一句：他们感情那么好，为什么在一起2、3年就给他送走了呢？大家明白了吧？所以说什么叫喜，什么叫忌？喜忌和喜欢是完全不同的。昨天已经说过了啊，你喜欢的可能会很早就送你走。你比如说你喜欢吃的冷饮会很早送你走，是不是？你喜欢吃的麻辣烫很少的会送你走，你喜欢扑的粉会让你脸色暗淡无光，你喜欢拢的胸可能2天就掉下来，是不是？你喜欢做的什么刀哪天就冒能等等啊？你说不对，我就是喜欢，你喜欢不能你用它，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命主就是喜欢人顺着他，那人就顺着他，顺就把他顺走了，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啊。我们从事业又跑到这儿了，我们还说起来，就是这个人的性格在事业上注定是有成就的，因为他的能量场已经碾压了他身边所有的同事和看他节目的这些时尚粉或者是这些脑残粉，他的能量场足够碾压大家。这道长还是得分开说的，就是说这种碾压感，如果在事业上，如果在节目上，他是有他优势的。所以说这个针对事业上大家给他评价的，他好强，然后这个
主持的节目好，还说这个人，这个那个坚韧什么等等的啊，就说了反正很多他的优点。道长说这点，道长是从八字上看支持，但是大家一定要理解啊，所有的词都有一个过了之后那个负面的词，比如说那它对应的就是啥呢？强势，不容人。是不是？那这些你在感情中都会有问题，比如说他这会有强大的这控制欲，比如说他会有占有欲，还有一点啥？由于这些收视率按现在来说类似网红，但当时他那个度比现在的网红要厉害多了啊！就类似所有人在以他为中心，抬着头仰望他的那个感觉已经根深蒂固了。这就是心金内在的属性，就是心金内在就想要这个，然后大家就给他了。所有人都给他了，满世界人都给他了，那他就会想，那满世界人都视我为珍宝，你为什么身边的人你居然敢虐待我呢？但是过日子毕竟不是满世界的人啊，他一定会有摩摩擦擦，这个纠结，然后互相对抗。当然，如果特别顺着你呢，你也不干，等顶你的时候呢，你就不干了。这就是心金女，她就是这样一个特征啊。一展开就太多啊，所以说道长还是说只听义理，重点并且义理重点看五行。食神呢，食神请勿按道长的讲解，请勿对号入座。道长只是拿着食神，比方说他身边的汪小菲呀、荒头哥呀，或者他的母亲呢、他的婆婆，只不过用食神来代替那个五行来讲这样一个义理啊。道长讲的也不一定对，大家如果你了解或者你确实认为你比道长了解他，你自己拿这个五行去对他身边的食神，你一套就套上了，是不是？你比道长套的还好。所以说，针对道长讲的跟他相关的八卦，大家忽视，重点听八卦底下那个义理。就比如说道长说的，就拿他这个八字啊，丙辰、丁酉、辛卯，这里面有正官有正官有七杀。所以说这个辛可能就是与这个丙合了，合的正官。道长可能印象中就说了，说这个正官就是他的汪小菲，七杀可能就是他的后来的男人，或者道长说这个正官是他早期的增等，这是不对的。当然这个也不一定就是错的啊，但是你知道了，比如说道友昨天提交在这个评论区提交，他说据他知道这个命主与谁，是谁了？说那几个道长都不熟悉啊。说某个男孩还扔上一个八字，道长一看全是火那个人，还是丙火的人，那他一定是他的正官呐。那理论上那个八字与这个他的合程度就会更高。但是全是丁火那人呢，就是他的七杀。大家看到了，所以说他这里面的官杀代表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可能是一群人。那他到底道长可能说的哪句说的对不上了？那这个太正常了，就是你自己去对。你把他那个男人列出来，凡是跟他是合而化，还合而亲，还合而他不讨厌的，就是他的正官。那些他特别想要去跟着人屁股或者去撵，但是撵完之后却受伤的那个，就是他七杀。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你们自己去区分啊。所以说，这无论什么时候看八字都是你了解底层的这个东西，它是心金，然后他身边的丙丁火是他对他来的，但至于丙丁火到底具体的意象代替的谁？这个确实不一定对的那么准确啊。但无论你怎么去对，道长还说的这样一个道理啊，就叫官杀为喜用，它就是为喜用。就是说你怎么对具体上谁官杀为喜用，那就大概就已经决定了官杀不会大方向的伤害他。道长从来不是站男人站女人对啊，这还是这个道理啊。这个八字上男人不会给他造成一个伤害，是因为这些男人都无根。如果你非要说这些男人都是外强中干，看着好看不中用，实际上经济能力也不行，体格也不行，他根本不会对这个心金造成一个伤害。他如果真是特别强的男人，伤害了这个心金，这个心金也就没有了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如果真有一个丙火特别旺的，把这心金治得服服帖帖，小鸟依人一样，或者像古时候一样，告诉你嫁给这个丙火之后你就大门不出，因为古时候肯定是看八字的啊。如果男人是一个丙火身旺，然后这个心金跟他合了之后，让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完全会幸福的过一辈子。哪有什么官杀混渣，哪有什么这些乱七八糟事啊？哪有时候48岁中道崩了呀？没有啊。所以说这个八字按道长推4、5位寅卯辰到81岁以后己丑大运。己丑，因为如果按时柱它是己丑是福银的话，就是到81岁以后，己丑大运来了。赶己丑大运里面的一个辛丑流年或者别的丑流年，这个人主，大家看到了。所以说在古时候这个命可以活到80多岁，那么在现代40多岁就给弄没了。所以说那网上还有个大师专家瞪眼睛给人犟，他铁口他妈给人直断到40多岁，那不扯呢吗？
你所有的东西你没基于你准确的人家的这个背景这个事实这个实柱来分析，就给人铁口直断，那不是骗的是什么呀？是吧？道长昨天说几句，还有些人不满来骂来了啊！道长已经给他拉了，估计也就那面的面比较大，所以说道长说真话是得罪人的，不只是道友们有些不愿意听，有些人他更不愿意听啊。所以说这个八字啊，不是说到这个2024甲辰年必须走，确定的啊，他就差那么2-3天，那2-3天如果啊，这一会儿的最后咱总结再说，如果他能有一些办法。挺过那2-3天，就能挺过去，就能到了寅月了。到了寅月了之后了，就到了壬辰年。壬辰年虽说也不舒服，但是就能够让这个辛金有一个巨大的水进行一个泄耗。虽说辰辰行这10年也不舒服，但是到了61后卯运就舒服了。虽说也伏寅，但是舒服了。然后寅运70多岁也舒服，就到80多岁足。所以说这个八字这是按他正常批他的一生的一个人生轨迹，但是为啥没了？甚至有些道友来说，道长是马后炮啊，道长不是马后炮，道长看这个八字都不应该没，炮什么炮？那为什么没了？道友们自己去想，那不是今天分享的内容。还是再回到啊，刚才说起来这个官杀，无论怎么看它都有为喜用。就这个八字，无论你让谁去看，看出天花来，官杀也是为喜用。官杀为喜用，这翻译成现代女人新居女能听懂的话，就是说男人对你并无伤，你觉得不舒服是你的问题。这种八字的格局，男人不会真正对这种新金女造成一个根本上的原则的伤害，或者说，他不会，你不会死到这个你老公手里面，但是你老公容易死到你的手里面，就是这个道理啊。这话道长已经说到这儿了啊。所以说针对这个义理，大家再不明白，道长也没有办法了。就是说，当然这里面是啥呢？印比为忌，确实的啊，或者说你不一定死在男人手里面，但是你死到你的妹妹、死到你的妈妈手里面。这个八字有这种像，当然他不是动刀给你杀了，软刀子，宠你，当然这个道长刚才强调，也就是还强调，避免道友们又开始拿这个片段去照自己对，或者照网上说的去对了，说那这个是不是他妈妈他妹妹，对他做了不利的事儿？当然有些道友这股来聪明了，但不是他妈妈，是他妹妹，就是他老婆婆，然后跑人老婆婆他们底下就开骂去了啊！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啊！有个道长都说了啊，他就是死在你的手里，你们没一个好什么哇哇，你就开始一顿骂去了。道长可不背那个锅啊。道长说的啥呢？这个八字辛金生于酉月辰年，命理上就啥嘛？印比都是他的忌神，而这个印比啊，大家自己去对。所有的与这个特征相关的都脱离不了关系，它是这样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对他了解的你自己去对，但是那个啊，还是说这不是道长说的。当然，道长这里又强调一遍呢，这个不是他妈妈。什么他婆婆谁是那些长辈女人的人品问题啊？道长这还是说了，弱小把这个义理研究明白，一定不要角这个角色这个代入啊，一定不要角色代入，任何时候你都保持中立。中立是一种什么感觉？中立不是无情，说你这人冷酷无情，人都那样了，你还说这种话啊？中立是一种不主观的倾向于任何一方，就是它是这样一个道理啊。因为如果你主观的倾向一方之后，你永远无法准确预测。咱都不用说你达到预不预测了啊，你学艺都没有用。人家哭你跟着哭，人家笑你跟着笑，你这不是慈悲啊，这确实不是慈悲。慈悲是一种大爱，是一种平和心，是一种老子说那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这个才叫慈悲，才叫大爱。不是说你听着谁了。就道友这里头道长没法一一安慰啊！你听着以前道长分享那个谁抑郁走了，你抑郁了半个月还是好的，有时候抑郁了半年。你那个哥哥姐姐怎么地了？你又抑郁了半年，然后这回听说这个什么这个走了呢，你又觉得替这个这些儿媳妇不平，替这些这个嫁入大户人家的不平，觉得他们好像受了多少的委屈。多大的不容易，说人家为了生孩子，为了什么都多艰难等等啊，哪个普通人，哪个平常人，哪个没成为明星的人没有经历过他的这些苦区呢？哪个没生孩子的时候不是比较艰难、比较痛苦、比较难受的呢？是吧？所以说都不容易啊。道长还是这样一个道理，道长不跑题啊，就是说不要把自己带入，就是说你的痛苦道长是明白的，因为之所以你带入了，就是因为你拥有与这个八字命理格局上底层上相同的经历、相同的格局或者相同的一些特征，
那么你会不自觉的就会从这个角度去分析。而当你这股力量，这一个人走的是这样，如果所有的这些力量还来站队的话，那么就会造成所有的这些错误力量的一个加倍。那么这些道长还不是说错误啊，就是正反两方面吧，或者说就是一种心金身旺的力量的一个加倍。那么当所有心金力量的加倍的这些能量又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以后，它在整个社会上就会形成一种新的伤害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就不是简单伤害他自己一个老公的事儿，他就会认为整个社会性的一个强大的心金收割的力量就会对他这个八字上，或者说对整个这个社会上五行力量的其他的那几个力量进行一个收割和冲击。这是多恐怖的事儿啊！就说你错了，别说你错了，就说你不知命，然后走了不要紧，最后呢，更多的不知命的人跟你聚到一起，形成了一股新的不知命的力量。到最后，这股不知的力量又把其他的对你有用的喜神力量全灭了。到最后就形成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所有的那个专一的专旺的那股力量，然后那股力量自然就没有意思了。因为你想，这样一女人，你觉得身边没有孩子，没有婆婆，没有妈，就没有孩子，没有所有的这些没有男人，你就觉得没意思了。但是当整个世界上五行也是这个道理，其他的木火土金水全没了，只留下一个金专旺了，它也没有意思，这个世界就毁灭了。就是这个道理啊。其实这一个八字小八字就是外面整个一个大宇宙。那你说你还要非要站到你那个立场上去说，道长这不说两句不完了吗？是吧？哪有什么对与错呀？总之世界就是这样，你试图让这个世界往下运行发展，就五行试图让它均衡，至少你要维持个阴阳的一个均衡，千万不要一面倒。只要一面倒了，这个世界就要倒。这世界要倒了，那这也就全倒了。当然，对于一个人，普通一个人来说，一个八字就是你的世界，就是你内外的一个世界。就是当你把所有的外头这个都灭没了，你自己也就灭了啊。所以说，对于这种辛金女啊，包括庚金男，道长后期再说啊，就说对于这种收割属性特别旺的人啊，你如果能够控制住不伤人，你就成了。就是说，这是你迈出向知命认命改命的第一步。无论是从语言上、身体上，所有东西，就是你能控制住不伤人，就有可能改变别人了。但是那现在这些新军女能干吗？是吧？我不伤人，我这股憋挺啊，他就是这样啊。道长是能感受到他那股气的啊。如果你不让心金去伤人，他就憋挺，他会憋的难受，他就会想尽办法去把这个伤害别人那个属性去释放出来。当然，这个道长还是说不说对错，这就是心金的属性。是吧？那你想要以木伤人，他还挺难的。他己土，你要己土伤人，他也很难。那我也不会呀，是不是？他是这样一个道理啊。但辛金你说这话就不是了。辛金说你他妈不知道我家那玩意儿有多他妈气人，半缸子打出这张屁来，我都骂他，我都想揍他，我都想杀了他。所以说啊，这个辛金特别旺而无泄，这个就是啊，道长顺便说一句，也是这个有些老师推他的这个时柱是己丑柱给的一个义理上的一个原因，就说的如果是丙辰、丁酉、辛卯、己丑，那这更符合这个辛金日主的一个属性，就说已经旺到特别旺了，然后时柱又来生，年月又来生，那么在这种时候，他并且是在2024啊，道长就把2024捋一下，昨天说了这捋一下啊。你看为什么是2024啊？辰酉合之后把金合旺了啊。本身甲辰还没事呢，因为甲辰里面木气是挺旺的，但是怕这个合酉之后就把这个土气毁掉了，然后就把里面的根乙木给它割掉了，然后再逢这个丑月巳酉丑又三合。当什么是三合三会？有道友也问了啊，道长说的不简单带一句啊，以后会专门再深层分享。以前也分享过了，就是三会轻易成不了。三会你看见过有3个人赶道上路上了，说咱们商量一下拦路抢劫的吧，他们仨就去抢劫的了，那不可能的呀，这就叫黑社会嘛。黑社会他需要他相信的人才能组在一起，所以说三会轻易组不成局，但是三合可以。三合是名字来的，说我这家有俩条件，就啥意思呢？你手上有资金，也有项目，但就差一个合伙人，然后流年大运就推了一个合伙人，你们就三合了。或者说你有个合伙人，这属于2个条件，但是等流年大运推了资金了，你们就三合了，是不是？它是明的，就是你不合这个也会合那个。
然后呢，这个不来合你也会那个合你啊。所以说三合三会虽说都讲条件，但是呢，三会的条件更严格，三合的条件并不严格。所以说道友们对道长说的啊，他这能形成三合吗？这个那的，道长只能说，慢慢看，别着急啊。慢慢理解，义理没法是一句说的倾倒，这个必然要合成三合局啊，它这个本身就已经三合带合了。别看它这个丑啊没在，只有一个酉，也是三合带合了，因为它这里面的金太旺了。巳酉丑合的是谁？大家要明白啊。实际上三合说的就是这样一种过程，从这个长生到地旺到这个金木的一个。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巳酉丑就正好站在这儿，而它酉金又占月令，辛金又占日柱，又是日主，说白了啥的，它三合只要有一个酉金都可以论成三合。说的这个可能有些专业老师专家他都懵了，这道长这不是胡说八道的吗？三合就一个酉金也能合，能啊，确定，因为酉金占月令还特别旺，就搁这等，只要等过了巳火，等过了这个丑土，它就能合。这个书上也不会告诉你。别的老师也不会告诉你为什么，就是因为酉金占月令，酉金还是三合中的宗神，就啥意思？我这个金本身特别旺了，来点火不怕，来点土不怕，巳酉丑就会构成一个新的金局，而他这八字又有这个特点。那你想这个八字还有好吗？辰酉合旺，巳酉丑合旺，所以说他不知道，如果石柱是这个己丑，那更没跑了，就等这个巳火的流年到。不是，就等着巳火的大运到，而他这个又是巳火的大运，就是这个道理啊。说是用不着等这个2025的这个己巳的流年，他们这巳酉丑一合，所以说就在丑月应凶了，辰年已经辰土不说话了。这个太岁甲辰年的太岁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凶。在网上有好多说他原来给什么给这个小孩子姐姐看过太岁啊，他犯太岁，告诉他不要出门，这说的啊，道长翻墙过去看的都快气懵了。那个人讲的还访问量挺大啊，站着说的啊，说我给他看出的，告诉他是今年犯太岁，然后呢他就不听。当然他说的可能是别的方面啊，与道长挺统一。他说我告诉他这几天一定要忍，忍过去这个立完春以后就没事了啊，这太岁一过14年就好了，但是他就不听，就赶上这个太岁头上动土，说的有根有据的。但是说实话，这个甲辰是太岁不要紧，但是甲辰太岁确实无凶，无凶也在今年走了，就在这儿啊，辰土被变性了，辰酉一合化金，为啥呢？道长刚才说金太旺了，辰土过来了也被合化了。至于第一，辰土已经变性，辰土变性之后，乙木被嘎根了，甲木也就甲乙的根也就没了，然后再逢丑月，再逢道长那天给大家捋的里面的这个辛丑日，其实他这个病最主要是辛丑日带来的，不管他赶哪天走，道长都不用去查那些导游说的，还是谁给你那个流程，就是一会儿会简单带一句也行啊。总之他就是这个金旺的时间给他搁的。道长只是说这个开场白说两句啊，为了把昨天分享串起来，怎么一下就又说了这么多呢？不知道有没有重复的，我们再回来，再捋一遍：丙辰、丁酉、辛卯。单纯从三柱来说，辛金身旺，并且很旺，但没达到其他特殊的一个格局。喜用木、火、水、忌、土、金。那么为了验证这个，他再捋一个啊，在感情上不好的流年是2021年，2021年是癸巳大运。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啊，自己有的盘子你就打开，没有的看一下这个盘啊。2021年巳酉丑三合金局，金特别旺，然后离婚。就从这儿说起来吧，他这个离婚那年给他造成的伤害应该是很大的，当然给别人造成的伤害也是很大的啊，因为他这个五行映射到尸神上，就是金特别旺，给这卯木给嘎根了。好在这个尘土中还有一点点乙木啊，没这点乙木，这个金就已经就给木就清了。所以说2021年道长没有查报道啊，他除了离婚以外，那年应该不太舒服，应该生病。这个病应该跟肺相关的，因为金特别旺啊，所以说他这个病应该在那个时候就落下病根了。还有一个就是跟火相关的，因为火在尸神上除了代表她老公官杀，在这个健康上可能心脑血管啊这一类的都会有一些关系。
当然这个跟刚才说过的跟他思维或者其他的有关系，但实际上他内在的体质上对应映射到就是心脑血，不知道他这次走跟这个有没有一些关系啊？这个也是有关的。木当然代表的是肢体上的，它这个卯木也是容易有一些其他肢体上的一些伤害呀、碰撞啊、卯酉冲啊，或者有一些自残呐、纠结呀，或者自己那啥的好动刀的相啊，它这八字上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2021年啊，4酉丑3合金局，然后那个金局旺克断卯木，导致日主辛金旺，然后旺而无克，因为它本身底下有个卯木克泄着，也能让它有点依托，这么的就全断了，就是给夫妻宫底下的这个断了，给他的财也断了，所以说他就不停的因为财也这个跟这个哪之间产生关系啊。当然这里边说一下他这个子女，他带一个食伤库啊，带个食伤库，那么他这个子女多，这个也能映射得上啊。然后这个里面映射金还映射到哪儿呢？就是主这个咱们除了肺以外，这个喉、舌、语言、呼吸系统等等啊，这个因为旺而无泄，它就会憋出内伤，就会因金，凡是因金而受伤的这个身体上的系统，都会在2021年就留下伏笔。说是他真正懂的啊，他网上说他求了那个大师什么给他画了，甚至有的说给他介绍之类的，道长不会，道长还是说不评价啊。如果真正懂一点的，或者他问个明白人，在2021年开始就不要再因为这个钱打官司了，就不要再去生气了，不要再去求那些没用的东西了。他这个就应该从2021年就开始治病，就开始养伤，就开始修行，他就有可能啊，2024年底这个坎儿，他就有可能过去。这里再插几句健康上与他这次那啥，走了相关的啊，这个以前健康详细分享过了。健康方面是一托山，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五行专旺了，它就会导致它本身这个五行会出问题，也会导致与它相对应的出问题。它就是这样一个一托沙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金太旺了，金克木，那就木会出问题。但是呢，谁来克金呢？火也会克金。所以说，那你金太旺了，自然火也克不动你那个金，然后木呢还容易被嘎根儿，而他的八字上就占上了这个相，所以说呢，这么来说，就是与金相关的都容易得这个病，就是因为它太旺了。所以说肺呀、呼吸呀，说是感染什么流感呐、什么这一类的，这是符合的。那么说后来又有医院有些这个流传出来的，说他又死于跟什么血液相关的什么败血病啊，或者其他的某些什么血型，这个指标过低了，有没有这个相？八字上有，确实有啊。其实这个不是突发病，这是他应该是一直他这方面都缺的，只不过小时候身体比较壮就挺过来了，但是从后来应该从结婚以后。这不注意，那这方面的他应该是缺很多啊，所以说血液的病应该是一个慢性的，一直就存在的，而他这个金突发的卯酉冲，或者突发的这种，这个有些拿的是突发的，但有一些是内在的，这就是金与木与火之间这样一个关系。但是说，隐性的或者说慢性的，为啥一直没有展现？就在于底下这个卯木还有一点根气来慢慢生住这个火，就让它那个与火相关的病不会展示。但是说在金旺的时候，或甚至包括金水旺的时候了，为什么是在冬天这样一个，是不是那个丑月？并且是在那样一个金水、金湿土的旺地等等啊，就是因为把这个还是说把它这个木火这喜神都给冲了，都给冲克灭了，那么就唯独剩这个金来专旺了。那么所以说与这3个五行相关的都会出现问题。这里顺便再答一个道友提供的一个
这个资料里说的，说这小 S 以前吃素，说身体不好，与这个有没有关系？他正说反了。按照这个八字金旺，确实是应该吃素，并且应该一直吃素。但是看也有道友提交的说啊，他这个自己一直都是喜欢吃素的，但是后来为了家人，为了老婆婆，说劝他生孩子就要什么营养均衡。当然道长还是不过度去往这方面去说呀，这个不知道是谁放出来的这个话呀。总之如果一个真正从内心喜欢吃素的人，已经感受到了吃素的那种宁和的对身体有好处的人，不会受任何外力的一个影响，并且他自己的健康和孩子健康应该都挺好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只是为了某些，比如说信了一些什么了，或者哪些大师跟他说你得吃素，或者说的他或者面子上吃素，后来呢却发现那个自己嘴呢还是想吃一些这个荤的东西的，那就不利自己的健康了。或者说板着自己，明明他想吃肉，但是他觉得啊都说吃素好，我就硬板，这都是不对的啊。就真正对的就是啥呢？就是确实他愿意吃素，然后吃素这个也有利自己的健康。而他这个八字上有这样相，就说什么呢？吃素确实是对他有利健康的，但是又从心金他这个性格，并且咱们这2天的分享，他专旺，然后还喜这个湿土，包括喜这个。就是不是说他喜用啊，就是他的自己非要顺着他来，这个很明显，他喜欢吃牛肉，大家看到了，其实义理上食神对应的就太多了，你展开都无数个，就说他绝对是喜欢吃牛肉，他最喜欢吃的牛肉也是他最大的一个忌神，这个啊，所以说在这种时候，只是单纯的把他，埋怨到时候什么婆婆或者什么逼他吃荤吃素，好像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啊。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啊，就是说他吃荤以后，或者说的他以前是带着拉拉的这个以素为主，少吃荤，但是从他觉得说的，不管是自己的原因还是其他人原因，让他开荤了，这个开荤以后他的身体会明显的不好。这个道长还是没详查啊，知道的道友们可以自己去查，就是他从他开荤以后，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会直线的下降。所以说当然他只是把这个以前可能没想那么多，只是把这个映射到了啊谁克他了，或者是别人告诉他吃的了等等的，根本上其实还是自己的嘴，就是这个道理。现在道长你不要说是别人逼你，什么求你，是不是？他是不是吃肉的人站到跟前，道长闻的都是臭的，那你讲这个东西你怎么能埋怨去别人呢？所以说还是自己底层八字上的东西啊。道长说的今天又多跑了一点。所以说这个八字啊，确实是适合吃素的，并且是金旺为那个水木火都为喜用，非常适合吃素，各种素都可以吃，对他身体是十分有好处的。道长再说这八字还有一个相啊，这个一个相是什么呢？外头看起来金很旺，包一圈，但是内在的内核却是素，卯木，柔弱的卯木。所以说这个跟他的给人展示出来的事业上女强人或者家庭中女强人的形象也是能对得上的。当然这个也是民间所说的那种刀子嘴豆腐心，心金女儿卯木的核心，哪个是核心啊？夫妻宫底下那个卯木就是他的心脏，正常当然有些时候在月柱啊，你可以理解在月柱，有时候是在这个日柱。总之就是说你外表看起来是一个金属的外壳，并且是一个刺猬一样，金的刺猬一样很硬的，但内心却是这种的。当然如果他夫妻宫做的不是卯木，比如说啊，道长举例说这是辛酉女也是很不好惹的，她的特征会更明显。但是如果他这八字是辛酉，那就不一样了，他就专旺了，就是专旺极旺了，就没有问题了。大家看到了吧？所以说你八字的格局说白了就看你够不够纯，够不够硬。如果你够纯了，够硬了，到最后你就能担住，就你怎么做都没有事了，就已经任何人都化不了你，也挡不了你了。而你八字不够纯不够硬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那些弱者的一个生存空间。道长说的弱者就是那些五行啊，他的这个木的五行、火的五行等等，就要考虑到这个没有办法啊，就是为什么呢？你不够强，而在这个八字中说你没达到专旺和极旺，纠结，然后又不想让自己感觉自己还挺旺的，这是最难受的。其实如果八字相对均衡，或者金稍微弱一点，稍微旺一点点也没有问题。
就怕的是这种已经很旺了，但又没达到专旺的这种八字格局啊，对这个周边的人的影响，对感情的影响，对自己身体健康的影响是最巨大的。这也是道长反复提醒大家的一个原因啊。特别是辛金女，这个辛金女是特征很明显啊。所以说辛金女啊，切记不要轻易出手，不要伤人。当然庚金也是这个道理啊，但是庚金有时候是可以防范的，就如同谁提了个大斧头奔你来了，你瞪眼能看见，但是辛金有时候看不见，一下就把你伤了啊。所以说庚金注意，庚辛金啊都是注意不伤人，你就成了。然后甲木呢，注意什么呢？不要过度仁义，你就成了。别像以前分享那个小崔似的，人水啊，特别是癸水啊，这就是都是水呗，水不要特意卖弄这个智慧，你就成了啊。就说你是水，你是很聪明，但是不要让别人看出来。丙火你不贪图这个名声，那你就成了啊。它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学八字学艺的目的在这儿，不要大家实际上现在大部分的是学反了，以为自己是这样丙火就好求名，就拼命去求，以为自己是辛金，你锋利你就拼命去伤，是不是？那就反了嘛啊！我们时刻按照这个，实际上这就是老子或者说老庄思想告诉我们背后那个运行那个规律啊！你要能掌握这个，那你就轻易不会受伤。对，道长说就再说几句吧啊！既然今天讲的也是跟生死健康相关的啥呢？它这个卯木非常重要，这个卯木就是既代表着道长刚才说的术时，也代表他的财源，然后还代表是什么呢？代表肝胆这个肝胆的什么解毒功能等等啊。那你想，你吃素自然中这个毒就小嘛，你就能够化解。但是你吃的不是素了，是不是你就把那个外面的那些这个东西就带进来了？然后你肝解毒功能再不行，那就完了嘛，是不是？然后再赶上这个某些外界的这个条件不好的这个天地人都赶到一起，他就这个就非常不利这个健康了。咱就还不说过多了，这一晃这不就到了2024了嘛？这又说回来了，到2024为啥说这2年就没有事了？说从2021，虽说这几年大家听说的老打官司，但是并没有听说哪天说他病重或者什么地，就是因为2022、2023年头还是比较好，壬寅水木旺相，泄耗。克泄耗了这个辛金的旺体，让他有了一个依托。2023癸卯也还是不错的，但是2024为啥不好了？2024甲木虽说是不是大凶的这个透干的还可以，但是底下尘土不好，所以说2022木里面就是2024里面有吉有凶，就是既有他不喜欢的，也有他感觉还是可以的。那据说他跟这个新的这个那啥吧，不停的在晒也不停的在什么的，晒恩爱还是什么的，都是这几年的事儿，好像就是2022、2023年的事儿，就是让人感觉他很幸福了，挺好了，但实际上底层隐藏的不幸福、危机都逐渐在积累，等待着下一次大的一个爆发。这八字上非常明显啊，但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是身边的人没有提醒他，而他又拿这个当好事甚至又助长了他这个辛金身旺的这个戾气。他觉得你看看，我还是不错的，我不是没人要，我也不是没有钱，我也不是没有什么，就总之他没有想自己的不是，没有认错，没有去化，没有是真正的去从五行上底层去把这些化的东西。当然他可能花钱去找了一些所谓的大师去给他求个福啊，免个灾呀，什么烧点啥的，他认为他化了，但实际上他不只是没化，这几年攒的越来越多了。当然从他的表现啊，从道友给道长发过来他几个视频片段的表现，道长也能看出来他丝毫没有化。但只不过他就是2022、2023，属于逢他好的流年。当然，如果你再说属于老天不是一下就把人整死的，他就是给你个警告，这2021、2023、2022、2023又考验你一下，又给你点甜头，看你能不能赶紧利用这好的流年反省，去改变。如果改变，你可能2024就不是那样了。但是他没有啥改变。道长还是说啊，道长今天说的不含有任何这个色彩，毕竟一个走了的人，
说太深了，也是对人家的一个不敬。道长只是希望通过一个八字的案例分享，能够给一些还没走的人，或者试图还在迷茫、还在寻找让自己清醒，对自己有些帮助这样的道友啊，给他一些帮助。那么只能是拿一些案例，并且是你们关注的案例来去说啊，这咱尽量简单，说一晃就切入，就到了这个2024了。为什么是2024啊？2024本身甲辰上半年无凶，不止无凶啊，还过得很好。就是因为这个辛金申旺，甲木透出。但是为啥说到年底就不好了？看一下这个视频啊，甲辰年，年底的是丑月。丑月不好了，丑月来了之后了，又形成一个巳酉丑的金局之后，金就特别旺了。然后这个金旺了以后，这个酉金又旺而合这个辰土，这阵时候就两个旺的合啊，一个巳酉丑合，一个辰酉合，这两个旺的合就把卯木的根儿割了。大家就可以理解说，一个人的把你的吃的食伤食神给你断掉了。断掉了以后了，就不利男人，所以说这里面就显示了，在他这月，在今年对男人有好有坏，无论是他以前的男人，还是说他现在的这人，在这个年底的时候都会极其不舒服，并且说在这个丑月，道长还是说没查，你们查曾经关注他们的会知道啊，他在丑月可能这个动态比较多，正正反反复复得正的。2025年2月1日，道长就打开啊，这是网上也是道友发给道长的，说在外面啊截图过来的，说是导游，小 S 的姐姐他们全家雇的一个导游，在出事儿以后复述这件事儿的一个经历，正好与这个道长这个现在翻这个八字啊能对得上。癸巳大运，甲辰流年，丁丑月，然后辛丑日，辛丑日是2月1日。他们是在1月28日丁酉日来玩的还可以，然后在1月29日戌日就有不适的症状了。戌大家看到吗？就是燥土就会冲这个尘土，然后这个对这个酉也是不好的，就是酉戌之间这样形成一个穿害的一个关系，也是让他有不适。实际上这也算给他一个警告。但是呢，他没有当回事儿，就是说的没有29号没有太当回事儿，就到了31号，31号之后吧，这不属于29，在29到2月1号之间还有一天嘛，他就没那天就是稍微见好转，等到了2月21号辛丑日就是最严重的那天，为什么是辛丑日？大家又知道了吗？就说的你本身辛金申旺，本身有一个巳酉丑山合，然后又逢这个巳酉丑日又来一个山合，这几个就把他这个卯木大大小小开始割一遍，又割一遍。如果再没割了，留日再来一把小刀，再给你割，就把他这个木割光了。木割光了之后，金就会专旺，就会让他的抵抗力，身体上就是木就是代表一个人啊，体育这个以前分享过了啊，就看你这个木的这个能量。一个人实际上木火之气是最重要的，那么他这个由他这个年月日把他这个木气给割光，就已经很不好了。当然他这里面这几天这里面说的啊，说他又玩又什么这个游泳又什么，游泳本身对他伤害不大因为辛金来说，辛金喜这个食伤泄耗本身对于他不大，但是他这种辛金又有点影响在哪儿呢？就是说当把这个木气割了之后，他火特别弱，身体的就不好，他又去游泳在冬季道长不清楚，在这个日本那个冬季的温度到底有几度啊？总之他就是不知道是感冒还是其他啊，总之到最后送到医院确诊的是甲型流感加这个肺炎并发。但是当时说不严重，后来又这么折腾了2-3次，才有了大家说知道的辛丑日，他的妹妹就是小 S 和他的母亲都在家唱歌跳舞直播呢，还在讨这些网上的这些惹着好呢。当然道长这里又说一句啊，网上的这些网友在骂人家妹妹和母亲的时候，想如果真是他妹妹和他母亲因为直播害死了他的姐姐，那你们是不是也有一刀呢？是吧？那你们在那如果没有你们的等候，没有那几千万粉丝的等候，他母亲不会在那个时间再去直播的。正是因为你们在等候，这是另一个话题啊。还是道长说的，任何一个人的离开，
道长现在分享的只是基于八字命理上的一个底层命理上的推理，它这个轨迹是由于天地人各种复杂的因素作用在一起决定的，绝对不是网上的那些专家老师吓唬人那些直接他给你推理的必定的推到你某个点上的啊。道长现在只是说义理上是这样，还有好多义理之外的天地人的因素决定的，在一个不一定是他一生中最弱的那个点，也就是麻绳不一定是最细的那个点，但是也是一个细的点上断了。道长还是说只分享义理，不说其他的一些东西。这块它就是这样啊，这就是一个心金身旺，然后喜用被年月日时，被这个天地人耗尽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就是道友问题的另一个话题啊，就说的这种八字，如果我知道我是心金旺，如果我知道我在某年某月日宅，我能不能化解啊？或者说能不能可能让它减轻？这是有可能的啊。道长只是还是说有可能的啊。但是还是说网上那些告诉你了什么续命了什么改那个，还是说那种确实不靠谱。道长说了啊，那种确实不靠谱。当然，道长这里还是多插几句啊。因为这2天，因为道友们发过来信息，包括道长在测试这个癌的八字。道长测试了一个孩子的八字，已经以前批过的详批的扔到上面测试准不准，他测试 AI 的准不准，在 AI 的结果中居然出现了一个19岁买比特币可以获得，直接他就注上了啊，就是那个就是结果中写了19岁此命兆就是此人因买比特币获得了几十万美金，然后呢，又在29的时候，因为买股票获得了几百万。当时道长上激功了。道长为啥举到这个例子说到这儿了啊？就说我们现在所要防范的这个防不胜防。道长想他们批了，就是这智能 AI， 当然这个跟咱直接用的智能 AI 没有关系啊，是别人正在用一种方式来写入这个智能 AI。和如同道长正在想要说的，有好多人正在用一种方式把他想要写入的东西写入互联网一样。所以说到你眼前的时候，你无论是你通过 AI 搜索，还是通过传统搜索，还是通过哪个播客，还是通过你们提交那个给道长那个视频，道长那个网页说的某个大师预测谁生生死死那个，你就要知道，就是都是跟刚才道长举例的这一样啊，都是有后帮他要跟着的。他告诉你在某地方要断，然后再让你去找他，最终这股流量会导过去，你不找他不找，还是要有人去找的。就如同现在已经有人做手脚了，开始对这个 AI 的数据库中大量的写入他们想要引导的东西。别着急，他们下一步到底想赚什么，他在占据了一定的东西之后，他才会表现出来。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你想让人无意中这个批的里面就会带的了，说啊，原来买比特币挣了多少钱，原来股市上升了多少，甚至还有一条是房产投资什么收益多少。给道长看的当时真的是惊了。批的八字不对，但是他潜移默化引导的到多。当然将来道长知道他们会更多，他会融入八字里面，就是你得买个佛珠，你得买个手链，你得买个水晶，你得买个灵符什么什么的，逐渐就融入进去了。所以说道长还是说，越往后大家越要加小心，越要看自己东西更要加，要么你就别看也别听，要么你就挑这种正儿八经的给他听完，千万别拿自己那个东西随便找一个人你就开始破化解，那个危险性就如同你随便找了一个小医院，然后呢就找人家拍一个片儿，人家说你长东西了，你说得了开刀吧，就如同那么危险。当然现在的危险性比原来提高在哪儿呢？你多换几个地方也不保，因为他们是联网的，甚至都是通的，一家的背后一个投资资本收割的，所以说你到哪儿都跑不了被割啊。这是另一个话题，道长还是不跑啊。道长只是点一下，网上的现在这些大部分就是在这样引导你，所以说轻易不要在网上看八字了啊。这也是好多道友以前好问的，看八字有没有危险？理论上没危险，但是如果你被人利用了，不是说拿你八字做个法做个功啥的啊，也不是，就是说你弱智智商低，然后还害怕死，然后人家利用你这点就给你收割了，收割完之后真就可能把你命给收割了。为啥呀？财还是道长刚才说的，财与命与啥都是一体的。你想你抻1000万夸下全让别人给你拿走了，你直接就散架嘛，就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你只抻10万，10万也直接让人拿走了，你有可能散架。
甚至有可能他给你收割你这个钱都不够你现有的钱给他，那你不就闪了吗？是不是？他把你钱拿尽的时候你就闪了。这是道长今天想强调的一句啊。道长今天就重点说的是什么呢？只有那些不符合道的才咋咋呼呼拿出吓唬人，就拿这个生死的说你哪天必死，你必须怎么地的啊，就是不符合道的。真正的道就是老子说的道之出口，淡之无味，平常普通，就如同水和空气，如同道长今天的分享一样，平平淡淡，生生死死，它就是这样，是不是非常平淡的？不是大家打出来那个邪邪乎乎的啊，我就知道你怎么地，再说不说了，再说你就得怎么地了。这里我们就再简单说一下啊，因为今天重点还是说这个技术层面的啊，就拿这个小 S 举例啊，5555定位，如果这个石柱确实是定位的话，它这八字一定是忌这个金水湿土的，只喜这个木火燥土。甚至木在有些时候也不喜啊，只喜火和燥土。那么这个八字就在癸丑大运就不好了，所以说他一般的情况下一家人的运势是同步的啊。但是他这好在这未来这几年还不错，4、5位还可以。但是等到壬子，就50多岁也是壬子就不好了。壬子里面又有一个壬子。道长举这个例子只是教大家看的一个方式啊，你看这个方式难吗？不难呐。何必弄得像网上那样给你说的神神叨叨的呢？就这么简单。看没有？如果他忌金水，特别是忌水的话，像这种通根的金水来了，并且是岁运同时来的，这个就叫岁运并临。岁运并临，当然古时中又说了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岁运并临不死之于死家人，他就是从这儿来的啊。他这种留下的这个古书说的是有条件的，如果你是喜神岁运并临了，就会喜事儿加倍；但是如果是忌神来了，那自然就是身体健康、婚姻感情一切都会出现问题。而一般这个又是相关的，就如同说你离婚又破财，那你自然身体就不健康了嘛。所以说呢，基于这个八字，如果他不修行，所以说他全家的八字道长看起来都看得有点头疼吧，是吧？你说这个要不修行，54、53，不好过嘛，辛亥就不好过了啊，辛亥就不好过了。然后壬子就岁运并临，然后癸丑也不好，癸丑不只是这个那啥嘛，癸丑是冲啊。是不是与这个日柱之间天克地冲都不好？就是这几年看非常难过。所以说这个他这一家，还是说，一家都早些修行吧。还道长说挣那么多钱干嘛呀？有什么用啊？我们还是说基于这个八字来说啊，就说一旦这个八字五行上底层的东西注定了，躲是躲不过的啊。就说，但是除非一种办法，就是你彻底修行、彻底改，而不是试图在食神上做文章。而现在大部分民间告诉你的，都是在食神上做文章。而食神是什么？道长以前反复跟你讲过了，食神是演员，就是导演的后面那操控的这个演员如果没了，再拍上一个，再拍上一个，再拍上，演员有无数这个替身，那你说你怎么可能跟他们玩得通呢？你只有从底层这个五行这块、阴阳这块、自己这块醒悟了，才有可能啊，逃脱这个东西，才有可能去这个摆脱这个生死对你的这个，不说你摆脱生死嘛，没那么大成就，但至少不受这个他的一个这个别让他来吓唬你，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啊，就是说还是说你自己对自己有一定的掌控能力，先认知然后去掌控。那么这说到这又说起来，倒有一个问题。说这个是不是与他去这个日本有关？但是道长还是说了啊，一命二运才是风水。今天重点说的是命运里带这个，但是他们也是有一点关系的啊。就还是说你就不去这块，他再去选那个地，也还不是好地。就是他就是要心金身旺了，他就要往这种忌神的地，他自己不知不觉的就要去。那么说到底日本算不算忌神的地啊？日本大家知道也是首先水，周边围着这个水旺就那啥了。道长画了一个图，以这个台北为核心，看了，因为凡是以出生地这点基本的不再讲了，再分享这个音频就太长了。那道长画了一个这个24、3这样的一个图啊，大家看一眼啊，发上来了。对于这个台北来说，日本就是在它的这个丑或者艮地，丑艮地啊，大概就是这个方位上。丑艮是啥？就是湿土啊，湿土就又生金，所以说对于出生在台北的人上日本去，不是去的喜神地。当然，他如果就在台北这地也对他也不利啊，就是这样。除非他再往这个东南方向去还好一点，因为他现在是去的是西南。
正是生住他的地。首先他就是在刚才回忆起来，这个大运不好，流年不好，辰年，然后那个丑月，然后丑日又去了这个丑地，那还有好了吗？是不是？这就自己送去的嘛？这就是如同这个死神在招手，然后他就迎着这个乐呵呵自己就去了，不知道他背后这个高人怎么给他去看的啊？也许没有这个高人指点啊，他还有这个一段，但是他没想到他在这个就绝了啊！所以说这面的就还是道长说天地人，老子说那三一，那还理解就是说他有一部分啊，还是说自己在奔着那块去的。医理上有一部分是这个是一个坎儿一个点，然后呢天地人上又是一个坎儿一个点，自己又不注意又是一个点。当然这里面有好多说了，他去了又吃海鲜，又下水泡澡，又这个有好多可能啊，没公布没说出来的这个加重他这个金分量的像的一些东西，都让他这个加重了这次祭神的分量，都导致了他这次的一个绳着麻绳断了啊。当然还是说这次他不游玩，下次也逃不过去。就还有话说，天地人如果流年大运各方面都推到这儿了，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还是说初一15就是从这儿来的啊。当然呢，说如果你在至少这次你安静的，道长还就举实际例子吧，这是道友号关系，到底我怎么做？如果他真的知道自己在这个点特别严重，就可以安心的在一个有利他的水木之地静心打坐，降低自己的戾气。当然这个跟前连一点金旺的东西都不能给他，如果他身边有点金旺的刀子剪子都没准，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啊，就一点这个他引发他抵触的生住他的都不要他在跟前，这只是从时程映射着想到物品上啊。那至于母亲妹妹更不可能在跟前，就是坚决不能让他在跟前。所以说道长还是说不知道他以前请大师怎么给他看的啊。还在这样一个时间再往前捋一遍啊，在这样一个大运这样一个流年丑月形成这个丑日，然后又与这个母亲与妹妹去了这样一个丑地，加重了他这样丑的一个分量，所以说那这样的不走，哎呀，那你说又有什么办法呢？还是说这就真的是人的命啊，天注定。有些东西啊，不是说临时想一下改就能改得过来的。他这个可能啊，临时到跟前了改也不一定能改得过来。但是早做防范，还是说至少这个坎儿，哪个坎儿就是这个坎儿。辛丑壬寅日这个坎儿，要是能挺过去，也至少还能过几天。怎么推出来？道长这个不是在胡说。巳酉丑三合金局，只在这月合，而他在这月的最后一天。去玩，这是有些事儿，有些时候气想真的越想越恐怖啊！最后1、2天他只要把这2、3天挺过去，就是哪儿就是寅月了。寅月立马就让这个卯木有支撑，然后立马让这个官杀这个丙丁火就旺起来了，让这个金就弱起来了。然后他这个拼命奔着那块去，那个早那个劲儿就会弱。但是呢，就没有但是嘛，是吧？他就在那个最弱的时候，最弱的时间点，最弱的地点，他就是在那块了。那你有什么办法？你就说，只要挺过的这几天，到了寅卯月，虽说今年是乙巳年了，也没有问题，因为乙巳年对于他这个来说有凶有吉。开盘道长好像说过了吧？乙木为吉，巳火为半吉半凶。不逢巳酉丑的时候，乙木年还是吉的。所以说他这个离去跟乙木年的太岁没有任何关系啊！大家不要怕这个太岁，我们还跑回来啊，先不跑太岁那儿。这也是道友问的啊，这一串问题，道长选几个吧，不想说太多，说的这个有点那啥了。有人说他这个是克啊，这个答过了吧？说是男人克妻，或者这些男人们克妻给他克没的，这是确定是错的啊。他这个是官杀为喜用，无根弱而无力克，然后他这个克夫亢夫逆反好斗，但有人说他这个死于婚姻感情对他的折磨，是不是啊？这个夫妻宫做喜神，官杀也是喜神，确定不是啊，不是死于。根本上不是死于婚姻，但是他还觉得婚姻不幸，就是
就是啥呢啊？这没有办法了，就是辛金女就是这样，弱点还好点啊，要是强的，他就会觉得，觉得自己不幸，觉得自己既要想要还要，更要，全要，他是这样一种感觉。然后要了之后呢，更会让这个辛金会更旺，然后更会目空无人，更会让自己这个忌神加重。所以说这个八字啊，也是没有办法，确实没有办法。可以理解这个八字不是说这个克那啥的事啊，死于旺，死于强，死于争，死于不知足，而不是死于饿死，或者被大家逼死，被他男人逼死，被他这个母亲和妹妹逼死，这确定不是的，就是义理上五行上就是五行金太旺了，然后这个五行金把其他的五行全给灭了。而映射到食神中，就是说一个人特别好强，强到不允许其他任何一个人超越他，或者管他，或者对他这个有一些这个啥了都不允许了，就是你们说啥都没用，我心目中我就说咋地就咋地了啊，那谁也没有办法了。还是道长说的，知命认命才能改命，不是谁给你个符，给你个什么小东西，给你个啥了，然后你自己随便干随便造，天不怕地不怕的。还是说天地人，各方面因素啊，都有影响。八字只能看这个，一部分啊。所以说，你像真像网上这么片面的说的啊，到底是因为谁啊，这个哪就走了的，或者说的，某一方面，这肯定不是啊，肯定不是单一的因为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太岁的原因。天地人道长这简单这总结一下啊，天其实就是这个流年大运，包括流月流日，其实都算天啊。地就是那样一个不利于自己风水的，与自己五行喜用相悖的那样一个背地，这个是能够提前预知到，或者说他自己也知道的，但是他非要顶着上。那至于人呢，就是他身边的母亲、妹妹、什么婆婆、老公、历任老公，所有的土地旺相的人。但是说这个最终能不能躲过去？或者说他知道了这些了，说就按他知道的这个东西躲，能不能躲过去？这个确实不好说啊，这个要看这个天地人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道长，刚才好像也说过了啊，这个至少他能够不在这个麻绳段，这个弱地方段，就如同道长以前举过这个例子啊。说你知道这个明天凶，比方说有些寅申冲的、卯酉冲的，知道这个凶，但是你说那我凶我不能在家等着呀，你就出门了，然后那个车呢就撞车了，当然如果你坐的是高铁呢，那个高铁撞了，这都是寅申冲的象啊。但是你说那我不出的能不能行？不出的在家里面了，你撞桌角了。你那个桌子是铁的，然后呢撞成大腿了，这就是寅申冲的象啊，都有。到底说，那你说八字上这个象最终展示在一个非常精准描述的事情上，谁也说不准，这就叫凶。但是说你非把自己控制在一个所谓的或者说理论上安全的范围内，是不是能够躲过去这个？概率可能会低一些。当然说你住个铁皮板房里，没准这个铁皮板房也塌了啊。道长大过年的好像说的，就是大家只能理解那意思吧。就是说不是说你就是说的这个八字中，如果你还有这个明显冲的象，那么来说你躲到哪儿可能也会发生一些东西去映射，甚至你可能会觉得说那某些老师看的也不准呢，我都躲在家了还磕碰了，但是你出去吧，它就不是这么简单的磕碰了啊。是不是这些真的不是八字范围的？还是道长说天地人具体映射到外面的事情上，到底能映射到什么？你是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把它化小的，不可能完全是避免。还是说，比如说你逆了这个天时，那是对着天时对着干，这个肯定是不行的，是吧？那你说你明知道现在大运不好，那你就消停。你说我不要消停，我怎么地，非要蹦的，就如同这个命主一样，明明知道还有2-3天立春，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啊。还有这就是告诉家里，咱们这边告诉的什么得躲春，得消停，得什么吃素什么呆子的，总之以前分享过了。道长说那一大堆，恨不得找个山洞钻进去的时候，道长连说话都懒得说，都说话都容易累挺的时间。他们去咱全家浩浩荡荡的到那样一个兄弟，
去玩，那你说这哪是躲天时啊，哪是躲天灾呀？这不是就是感觉你惹我一下看看，我天不怕地不怕的，你敢跟我干吗？谁也惹不了我，你是不是这种感觉？大家去细想，那老天惯了谁呀？所以说这个天时，第一是真的是不可逆的。就说你如果逆了天时干，就刨除其他原因，就是你有吉地，再有吉人，你可能也躲不过去。所以说这个老天你要敬，这就是敬天。人家已经告诉你了，是不是？说你这几天要躲。就是道长也不知道那些大师说的是真的假的，总之说有人提醒他了，说你这几天一定不要去玩，他偏偏去玩，而且偏偏要去日本那样地去玩。哎呀，这个是真的是没整啊！所以说这个你想还是天地人，第一个天你不能逆，第二地其实我们是可以改的。这就是风水的地方，有些地方是利你的，有些地方是不利你的。那么你在那些利你的地方躲过去这个不利你的天时，那你不就好了吗？是吧？但是他偏偏在那样一个地，那个地还凶在哪儿啊？不止说对他八字上凶，对所有人都凶。大家都知道吧？是什么流感高发期，都是传染。但是大家偏偏去挤它，道长也理解不了，是吧？这么大个中国，道长懵了，就那么大一个岛，就这个岛上那个岛，你这个岛待不下你了吗？是不是？你给岛找个山洞眯着行不行啊？所以说这就是地啊。当然躲地还有一种办法，是道长以前提过那个，就是有些人偏顶着上，当然这就是背后有高人之高人了。就说的这几天呢，给你躲到兄弟里面，就是兄弟就是啥呢？告诉生人我已经没了，我服了，就是这个道理啊。就说你不是要这2天带我走吗？我直接装棺材里了，然后这雇几个人给自己埋上。当然你别埋太结实啊，你上面留个通气口，插个氧气管子，背个氧气瓶，躺里头，外面不管发生啥动静都不出来。当然这有的说这个就有可能躲过去了，这个就是说这茬人上帮这茬要带走10个，有你一个，但是呢你躲起来了，或者说你已经躺在里面了，当然上帮知道，这个已经服了，认了，已经这个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已经自己来那个坦白那啥来了，那还跟他一般见识干啥呀？就抓别人去了，抓别人抓了9个，还是缺一个没准还回来抓你。但是外面有嘚瑟的呀，永远有啊。大家要知道这个道理啊，就说他们干活也是差不多交差就行，就还是他们也是按5行来的，也是按时辰剧本走的。你没出现，但是有人出现呢。谁出现了？有一个本身不该绝的人。然后那天就偏偏就在那块了，就在那个地了。大家来收的时候，得了，我们也得出去交差，大过年的，是不是？他们也得过年，就把那个就带走了。所以说就是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有啊，必须该走的人，谁也挽不了。但无论什么时候也有呢，不该走的人，但自己嘚瑟走了。但无论什么时候也有呢，或者该走或者不该走，但是他就留下了。大家细想有没有这种情况？飞机失事也有生存的。自己走道也有胖张下了，自己就掉深坑的。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总之我们道长不都是这半天说啥呢？就是关于天地，你以为我躲不了，但是呢，我们也别顶着干。我们顺得来之后，我们还躲不了，那也认了。就是这个道理啊，就认了，就是该着。那你说我都一切办法我都听你们的了，但是我还没躲过，那这也就认了嘛，心安理得的走了，是吧？但是我们不信，当然如果你彻底不信不知道呢，也有情可原。但是说你知道了你还顶着干，那这种不收你收谁呀？它就是这个道理啊，它不是单一的一个食神上的力量的事儿，背后5行力量必然要收割你的。那么说针对这种我们可能说在天地我们都知道了，都避免了，都注意的时候，那自己个人这块怎么做？网上有些鸡汤告诉说往内求，心不动，心不伤，这个听起来是鸡汤啊，也不算鸡汤。它实际上就是告诉啥呢？如果你这个人心不动，你就不会受伤。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能不心动吗？你想这种八字他们会问一个道长一个终极问题，那你说道长这种八字我们结不结婚？这是明明知道结婚不好，这到底有结不结？那是不是道长？如果你非要问道长啊，道长告诉就是你能面对结你就结，你不能面对结婚这事你就不结。还是道长刚才举那例子，古时候就没事在哪儿呢？在于他能面对。
是吧？就是古时候面对这事儿了，然后面对之后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然后了。那你他就没有那么大的问题了嘛？但是现代人在于啥呢？你让我真正内心去面对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还有点心不甘。就是你不让我结婚的话，我放不过这个男人，或者放不过这群男人，我就结了。但是结完之后呢，明明知道这个男人对自己有伤害的，或者这群男人对自己有伤害的，还不注意，或者说是啥呢？自己还迎风上，那你这种那是不是？所以说这谁都没有办法的。所以说，除了天地以外，第三个就是人啊。这个人就是我们死于天地人中的这个人，就是啥呢？在于最底层，就是啥呢？这个人的性格，还拿这个辛金命主举例，辛金本身的旺啊，旺死于这个不知命不认命，更难去改啊，或者知命了不认，那更难去改。因为底层的他这个八字决定了他的性格，性格决定了他的做事方式，是吧？辛金本身喜欢伤人，身旺本身就不安分，然后再加上夫妻宫感觉这个不当位等等啊，所以说身旺的女以前道长也分享过了，不止辛金，所有的身旺都是呢，她不是为了找老公，她不可能屈服于这个老公，她是为了找干爹，找爹啊，因为偏财为父，所以说这种八字类型呢，她最终选择了大于自己的这个男人啊。就是他命中注定就会朝那个方向去找，因为他说是为了找财嘛，夫妻宫下做财嘛，做财当然这种他不会找女人啊，当然这也不排除他找女人啊。如果这种八字他存阴的，这旺一旺的，他确实也是有这种相，当然这不偏财，就是这个财的角色既代表女人也代表自己的父亲，所以说他就找了大于自己这个男人，他感觉是自己的归属。义理上是说得通的，但是可惜啊，这个找的这个大于自己的人不一定是他的偏财，也可能是他的正印、偏印，或者是他的妈，或者是他的婆婆，总之是补了他这个土金，补了他这个土金，这个就是忌神啊。这个实际上这个就是前几天道长点过，叫阴差阳错，这没有办法啊，选来选去都是错，或者说凭着他性子来，他就是错，他八字上注定的他就是错。所以说这个是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儿啊。所以说，那你说这种你让他，如果他意识不到这事儿的严重性，凭着他自己的本性去往前走，那必然就是朝这个方向走，没有别的结局。并且他这个八字还出了一个名言，10年什么婚姻两茫茫，什么打的什么。两死一伤亡啊，怎么类的啊？这是这些明星是有意思啊。如果他真的能意识到这事儿啊，就是这又是以前分享过老庄的了。庄子说的，你这俩人都在一起都动刀子了，上法庭了，是不是都打翻了？那你何不相忘于江湖呢？是不是？什么意义呀？是不是？为什么要那样啊？打官司打了一起婚姻10年，打官司打了8年，打了9年。有意义吗？是不是？你非要在一起动刀子吗？我惹不起你就躲了呗。但是辛金不干呐。所以说，在现在还有一些人为这个走了的命主啊，告诉他这些为女人伸冤的道友，真的该醒醒了啊！到底我们在做什么啊？如果大家在本着这样一种心态啊，其实是两面是真是说什么的都有啊，但是你本着这样一种心态，他是没法安心的走，他真会在那面他都觉得自己走的太远了啊，这确实走的远了。那你想这个话题啊，真的是谁对谁错？道长还不去说了，真的没完没了。道长还是说吧，放过别人吧。其实特别是这种心金旺的心金女啊，你放过别人，你就是放过自己。这个命主啊，就是类似这种心金的，他就放过了这些东西了，所牵绊他的东西了，他就放过了所有的这些东西，他真的死不了。所以说，这是道长推这八字的，怎么推？是有严重的坎儿，在这个甲辰年，但毕竟有甲木透出，在流年，在这个流月凶也走不了。但是无论道长怎么分析，是不是？毕竟他也走了。还是道长说的吧，还是放下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道长的分享啊，只是想化解一下那个麻绳下面那个秤砣，不再给大家这个添这个更重的一个码，但是我们自己非要往上添，这个道长也是没有办法的啊。说分享技术方面、义理方面的，但是分享又拔高了啊。那就还是说重点这几个还没说呢，就是这个如何根据他不知道，咱们不知道他的时辰，但知道了他现在大致的一个经历，
然后反推把它这个12时辰确定一下，或者至少把它确定到某1、2个，不说是100%准确吧，但是与它发生这个相关的时柱上，这个时间今天好像又够长了，然后留着明天吧，明天，咱再继续分享。